陆玄通，你偷窃丹药，罪大恶极，还不乖乖认错，我还能饶你一条命。崔师兄，我真的没有偷窃丹药，为什么你们就不愿意相信我？天剑宗内，陆玄通被同门崔浩带领一众师兄弟围住，在被殴打一通后，崔浩质问陆玄通为什么偷丹药，但陆玄通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崔浩冷哼一声，破开陆玄通腰间的储物袋，数瓶丹药凭空出现，散发光泽，围观弟子们发出惊呼。竟然是极品聚灵丹，这可是价值几百灵石的贵重丹药。陆玄通一个内门弟子，怎么可能有如此昂贵丹药？听说他只是大前皇朝普通家族子弟，卖一辈子也买不起一粒啊！墙倒众人推，同门师兄弟们都听信了崔浩的鬼话。陆玄通虽惊慌失措，但他百口莫辩。事到如今，还有何话可说？陆玄通，你着实令我失望。崔师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崔浩沉默不语。两个人来了，金袍叶孤寒是陆玄通师尊，天剑宗的最强长老；白衣萧子熙，天剑宗的绝世美人，同时也是陆玄通的未婚妻。陆玄通快步走到两人面前。子熙，我真的没有偷丹药，你信我。陆玄通抓住萧子熙衣袖，又被他甩开。我信你个鬼！陆玄通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如此卑劣之人！萧子熙厌恶地甩开陆玄通。你我之间就此了断。萧子熙毫不犹豫转身走向崔浩，请崔师兄秉公执法，我绝不会阻挠。陆玄通抬头看向崔浩，陆师弟，连萧师妹都不愿再信你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没偷就是没偷，为什么？就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。陆玄通看向师尊叶孤寒，师尊，您是知道我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不会只偷这么点。叶孤寒摇头，将陆玄通劝退出去。我劝你好自为之，认真改造，重新做人。陆玄通身体颤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我？陆玄通发现了，萧子熙和崔浩对视坏笑。陆玄通如遭雷击，终于明白不对劲的地方在哪。这家伙的太天衣无缝，一定是有内奸。萧子熙，是你在害我。陆玄通朝萧子熙扑去，杀了你！崔浩一剑拍飞陆玄通。陆玄通咳血，你是真的疯了！崔浩向众人转身。陆玄通偷到宗门丹药，罪证确凿，还意图伤人，即日起关入镇魔塔，20年后再另当别论。今日之仇，我陆玄通必100倍奉还。崔浩站在门前，对面是萧子熙。你确定陆玄通体内有至尊骨？千真万确。萧子熙点头。此事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。崔浩坏笑。若非双修时我以秘法感应的，他体内气血异于常人。萧子熙说道。恐怕至今都无人知晓。至尊骨威势无穷，如果能够为他所用，那不出20年，他一定可以成为最年轻的尊者境强者，掌管天剑宗。好，好，好，走，随我去洞府。二人一边讨论，一边向洞府走去。洞穴内，陆玄通被锁链困住。崔浩手持天眼镜，照出陆玄通体内的一块发着金光的骨块。陆玄通意识模糊，耳边隐约传来萧子熙和崔浩的对话声。果然是至尊骨。师兄，你答应过我的。萧子熙说，一旦得到至尊骨，便与我结成道侣，此生不离不弃。哈哈哈哈！崔浩大笑，一把将他揽入怀中，两人拥抱。放心，就算没有这至尊骨，我也会娶你。崔浩眸光一冷，看向陆玄通。陆玄通无动于衷。事不宜迟，现在便开始挖骨吧。陆玄通睁开眼，崔浩冷笑。陆玄通低下了头。崔浩抱着萧子熙，陆玄通冷眼看着他们。崔浩拿出了发光的镜子。崔浩和萧子熙谈话中，你们乖乖让我拿你的骨头吧，很快就好了。陆玄通大叫。崔浩继续坏笑。萧子熙也凑了过去，交出你的骨头吧。萧子熙说，对，抵抗是没有用的。几人转身，陆玄通被锁链困住，身体无力的左右轻微摇晃。他轻轻拍打右边的人。萧子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崔浩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崔浩面部表情从微笑转为严肃，眼神变得冰冷。萧子熙嘴角微不可察的勾起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狡黠。事不宜迟，现在。陆玄通的眼睛缓慢睁开，瞳孔中映出绝望与恐惧。便开始挖骨吧。的眼睛缓慢睁开，瞳孔中映出绝望与恐惧。陆玄通双眼紧闭，身体完全停止颤抖，孤独无助的身影逐渐显现。
镜头缓慢拉远，洞穴深处的光线逐渐减弱。崔浩掌心凝聚出一团黑色的能量，萧子熙眼神中狂热逐渐加深。崔浩掌心的黑色能量团逐渐增强，萧子熙脸上病态的笑容逐渐扩大，一滴眼泪从眼角缓慢滑落。镜头快速推进，跟随能量的轨迹，束发少年猛地将掌心的黑色能量团推向前方。萧子熙兴奋地捂住嘴巴，眼神中的血腥快感愈发强烈。崔浩和萧子熙两人相视而笑。洞穴深处昏暗，有限的光源从顶部或缝隙中透入。在这幽暗的洞穴深处，一场背叛正在上演。昔日的天骄，如今却身陷囹圄。他缓缓醒来，面对残酷的现实，身体的剧痛提醒着他所经历的一切。你们想要便拿去吧，但今日之仇，我陆玄通必以血偿。崔浩狞笑着走近，他手中的匕首闪烁着令人胆寒的杀意。他故意放慢动作，就是要折磨陆玄通，甚至不让他昏死过去。痛吗？这便是你这种蝼蚁不配拥有的东西。现在你的至尊骨和老婆都是我的了。我是犯了什么天条吗？所有人都要侮辱我，背叛我，一条生路不给我。既然天不容我，那我便孽了这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金光闪耀，至尊骨彻底离体。不仅如此，陆玄通经脉被废，与凡人蝼蚁无异，而他只是冷眼旁观。极致的痛苦后是短暂的平静，但这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夜幕降临，镇魔塔前新的命运。它是天剑宗镇压万魔之地，数千年来为祸人间的妖魔皆被囚禁于此。走吧，他已经没用了。有请镇魔塔贵宾一位。哪怕是天剑宗的长老们也不敢轻易踏入高层。他被无情抛向深渊，镇魔塔第一层，他坠入其中，等待他的是无尽的黑暗。可悲，可叹，可笑，堂堂至尊古天骄居然成哈基魔的口粮了。师兄，要不要补一刀？最毒妇人心，这话果然不假。不过算了吧，没了修为和至尊骨，他活不过今晚，何必再脏了自己的手？师兄说的对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萧子熙答应的好。然而就在两人准备关闭阵法的一瞬间，萧子熙袖中飞出一柄紫色飞剑，刺入陆玄通的胸口。陆玄通瞪大双眼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不是姐妹。镇魔塔第一层昏暗潮湿，陆玄通意识模糊，生命垂危。就在他即将坠入无尽黑暗时，一道声音如惊雷般炸响：叮！系统觉醒。系统，我靠，是系统，我们有救了。刹那间，陆玄通终于想起，这才想起他是穿越者，他穿越到苍玄大陆，成为大前皇朝一个普通家族子弟。父母只是平凡修士，却经历脱臼。8年来，我沉迷修炼，从未回家看过一眼。我真是畜生啊！如果还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当个好儿子。签到。丁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天血神树丹 X5。丹药入腹，好像太阳在他体内炸开。陆玄通胸口的剑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灵力奔涌，眨眼间恢复到巅峰。肾宝，味道好极了。陆玄通身体周围的金色灵力逐渐内敛并消失。陆玄通缓缓站起身，天血神树丹的效力远超想象，不仅修复了陆玄通所有伤势，甚至让他的修为隐隐精进，距离突破化凡境中期只差一线。境界：先天境、化凡境、宗师境、大宗师境、天人境、尊者境、陆地神仙。宿主境界：化凡境。叶孤寒，长老，这帮虫子，我要变强，唯有绝对的实力，才能把那些背叛者、那些虚伪者摁到墙上。丁，恭喜宿主触发新任务。登临镇魔塔第2层，任务奖励：黄级功法大荒求天尺。他露出兴奋和期待的表情，嘴角自信的笑容逐渐加深。陆玄通在牢房中央展开双臂，眼神坚定，充满斗志。镜头缓慢上升，直俯瞰整个牢房。
陆玄通嘴角勾起的冷笑和眼神中充满的复仇火焰保持不变。镜头跟随灵力射向石门，少年掌心发出一道金色的灵力，射向石门。陆玄通保持双臂抱胸的姿态，陆玄通紧握的拳头周围的金色光芒逐渐增强。镇魔塔内危机四伏，居然是金色传说黄级功法，这种凌驾于天阶之上的功法，可不多见啊！没想到事情竟然如此顺利。按照镇魔塔的规则，从内部出去只有一条路，打穿12层，每层空间广阔，妖魔强大，对别人来说是地狱，可对陆玄通来说是磨砺自己的战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层一层打上去，直到我能亲手碾碎那些背叛者。就在陆玄通准备行动时，忽然有无数狼嚎声响起，有好多狼，一头先天境的狼妖率先跃出阴影，九龙之力恐怖如斯，浑身肌肉高高隆起。更恐怖的是，不只有一只，20多头狼妖从黑暗中走出，转眼间就将陆玄通团团围住。陆玄通的心沉了下去，以他化凡境的实力，对付1、2头先天境狼妖简单，但同时面对这么多吼！狼群冲过来，陆玄通迎着狼群冲了上去。砰！更多的狼妖从四面八方扑来，陆玄通身形如电，在狼群中穿梭，每一拳、每一脚都有恶狼陨落，又一具狼尸倒地，代价是陆玄通的后背被撕开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鲜血染红了地面。陆玄通抹去嘴角的血迹，眼中凶光毕露。来啊，畜生，看看今天到底是谁吃谁！狼尸堆积如山，剩下的狼妖被杀怕，四散而逃。陆玄通首战取胜，剩余的狼妖退到了黑暗角。人类，好可怕！陆玄通喘着粗气，他的衣服早已破碎不堪，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。陆玄通一步步走向入口，还不够，这点实力还远远不够，我必须变得更强，强到能碾碎一切敌人。陆玄通踏入光柱，周围景象瞬间扭曲。不多时，他进入了镇魔塔第2层。陆玄通警惕地环顾四周，这就是第2层。叮！恭喜宿主签到镇魔塔第2层成功，获得奖励黄级功法大荒求天指。恭喜宿主触发新任务，签到镇魔塔第3层，任务奖励镇国级圣器紫金神甲。紫金神甲，系统你牛大了！此甲刀枪不入，更能抵挡尊者境强者的全力一击。不仅如此，大荒求天指更是独步天下的黄级功法。好，太好了！荒漠中的妖魔，就是老子最好的陪练。远处的沙丘突然隆起，数只牛犊大小的剧毒蝎子破沙而出，还有无数花纹斑斓的毒蛇
探出头来。来得好，就用你们来试试我的新功法——大荒求天指。指封锁过之处，妖魔尽数被摧毁。陆玄通战意更盛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。但陆玄通已然无惧，他将继续他的征途，向着更强的境界迈进。镇魔塔外，2年半过去，天剑宗上下震动，只因崔浩融合至尊骨，展现无上天资。那一日，天剑宗上空霞光万丈，紫气东来。至尊骨果然是传说中的至尊骨，我天剑宗终于要出一位绝世天骄了。与至尊骨融合后，崔浩被立为天剑宗预备圣子。不仅如此，宗中还传出了他和萧子熙即将成婚的消息。洞府内，红灯笼高挂，萧子熙躺在崔浩怀中。大师兄果然不是那个废物能比的，双修的效果也是师兄更胜一筹呢。那是自然，现在的我无所不能，这就是至尊骨的威力。说起来，还要多亏了陆玄通那个蠢货，若不是他体内的至尊骨，我哪有今日的风光？他估计早就死在镇魔塔里了。阿骨废修为，又被我一剑穿心，怎么可能活得下去？师兄，你可答应过我的，与我结成道侣，此生不离不弃。放心，待我执掌天剑宗之日，你便是宗主夫人。白袍叶孤寒，尊者境中期强者，剑道造诣通天彻地，右侧须发皆白的老者林剑，天剑宗宗主。师兄，我近日险些走火入魔。哦，以你的心境，怎会如此？因为陆玄通这个名字一出，林剑就知道叶孤寒猜到了什么，但木已成舟，即使悔恨，你叶孤寒也毫无办法。那个偷盗宗门丹药，废去修为，打入镇魔塔的弟子，他是被冤枉的。事后我已查明，盗丹之事并非他所为。师兄，我想还他一个清白。他已经死了，此事不必再提。罢了，既然人已死，告诉你也无妨。随着林剑的讲述，叶孤寒知道了所有事，好徒儿的至尊骨，还有他的冤屈。叶孤寒的心好像碎了。陆玄通，他明明也是我天剑宗的弟子。师弟啊，师弟，你可知崔浩的真实身份？林剑突然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，拍了拍叶孤寒的肩膀。天界，那是尊者多入口，陆地满地走的地方，林剑不可能不动心。他还想更进一步。疯了，你们都疯了！陆家准备的诸多安全屋都被捣毁，这个小木屋是他们为数不多能藏身的地方。陆凌手里握着一柄小小的剑，一剑刺出，穿透梅花。瑶瑶真厉害。李琼玉摇摇头，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天剑山的方向。镇魔塔，好心狠的天剑宗，好离谱的谣言，居然连皇帝都给骗了，我的通儿啊！自从陆玄通罪行传回大前皇朝，陆家就遭到了灭顶之灾，陆府查封，家产充公，甚至连小孩都上了通缉榜。景哥，我们难道就这样一辈子留下去吗？陆景目光落在陆瑶身上。我们已经没有退路，但我们还有瑶瑶。3岁的陆瑶正稚嫩地挥舞着木剑，周围灵气随之震颤。陆瑶的天赋比当年的陆玄通还要惊人一些。陆景知道，他就是陆玄通的希望。更何况，玄通是天上仙的孩子。昨天我做了个梦，通儿在镇魔塔里大杀四方，这肯定就是上天对我们的暗示。通儿一定没事。陆玄通踏碎坚冰，缓缓走出。10年，整整10年。你知道这10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？这10年就走完了同辈修士100年之路，成就了大宗师巅峰尊位。你知道这有多么爽吗？恭喜宿主签到成功。镇魔塔第7层，奖励圣级功法天雷寂灭掌，比大荒求天指还要高一个层次，就连掌门宗主都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功法。签到10年，同辈还在宗师境苦苦挣扎的时候，陆通玄已经随时可突破天人境。陆玄通低笑一声，陆玄通缓缓抬头，似乎看到了天剑宗。重置们，你们可曾想过我还活着？天雷寂灭掌，上古仙人所创，一掌出可寂灭万物，共有3式。若能修成，哪怕面对真正的仙人，也有一战之力。好霸道的功法！不过修炼此掌，需引天雷淬体。恰逢雷暴，陆玄通冲入雷云之中，引雷气炼体。啊！雷电注入了他的身体。3个月后，
就差一丝一毫，只要找到一处雷力充沛之地，就能练成真正的天雷寂灭掌。陆玄通体内雷气躁动，他知道第8层就是那雷极地狱。父亲、母亲、瑶瑶，还有推浩和萧子熙，这些贱人，等死！陆瑶手持木剑，细致地擦拭着剑身。I ain't like no one you met before. I'm running for the front when they're all running for the door. And I won't sit down, won't back out. You can't ever shut me up, 'cause I'm on a mission and I won't quit now. In a world full of followers, I'll be a leader. In a world full of doubters, I'll be a believer. I'm stepping out without a hesitation, because the battle's already been won. I'm sold out. I'm no longer living just for myself. Running after Jesus with my whole heart. And now I'm ready to show I am sold out. I'm sold out. Every single step that I take now, with every drop of blood that's in my veins, I'm gonna be making it count. 天雷寂灭掌，雷口无效。顷刻间，一人一虎激战数十回合。陆玄通一掌击碎胖虎头颅，鲜血染红雪地。陆玄通强忍疼痛。第8层的入口应该就在这胖虎身后。陆玄通迈步上前，走到胖虎身后，看到了通往第8层的红色漩涡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镇魔塔第8层获得天命龙隼。第13年，陆玄通打穿镇魔塔第8层，获得不灭霸体。第15年，他打穿第9层，获得神秘感悟。第16年，晋级天人境，掌法大成。第18年，攻打人域。第19年，获得大圣级兵器九霄神剑。熟悉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晋级陆地神仙。好啊！短短20年，崔浩从内门弟子一跃成为天剑宗圣子。在至尊古帮助下，他的修为真至尊者级别，在天剑宗内称得上只是遮天。这天下还有谁配与我争锋？正所天机绝世，必能带领我天剑宗再次伟大。至尊古名不虚传，崔圣子，您是我们永远的太阳啊！忠诚。今日有一件关乎宗门未来的大事要宣布。少了一人。是叶孤寒，他最近身体不适。叶孤寒身体不适，我看是心里有鬼吧。众长老噤若寒蝉，谁都知道叶孤寒自从得知真相后便疯疯癫癫，念叨着为弟子讨公道，又怎么会来参加有崔浩出场的大会？经太上长老决议，即日起由崔浩圣子执掌天剑令，代行宗主之权。满座哗然，崔浩瞳孔微缩，弟子定不负宗门厚望。此外，3月之后将举行天剑大典，正式册封崔浩下一任天剑宗宗主。多谢宗主栽培。此外，本圣子还有一件喜事要告知诸位。殿内安静，长老们面面相觑。宗主疑惑：3月后的天剑大典当日，我将与萧子熙正式结为道侣。萧子熙一脸惊喜，届时广邀天下同道，
共襄盛举。萧子熙开心的流泪了。低眉垂首，进军肃立。没人敢说话。子熙穿着紫裙踏入大殿。恭迎国师大人。皇帝笑着走到萧子熙面前。子熙，朕可算是把你盼回来。萧子熙微微欠身。陛下言重了，子熙回家看看。昔日不起眼的郡主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为天剑宗圣子崔浩的未婚妻。就算是皇帝，也得对他言听计从。今日朕便封子熙为我大前皇朝国师，为同亲王。此言一出，满朝哗然。什么？萧子熙轻轻抽回手。多谢陛下厚爱。他微微抬眸，目光扫过满朝文武。不过20年了，陛下为何还没抓到那小子的亲人？难道陛下是有心无意？皇帝浑身一颤，额头瞬间渗出冷汗。误会了那对夫妻，隐姓埋名，藏得极深。不过，朕已经查到了他们的具体位置。3个月后，国师大婚之日，朕必将其擒来，亲手奉上，作为贺礼。很好，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国师还有一事，紫霞宗最近出了一位圣女，名为陆，天赋异禀，据说年仅20岁，便已踏入天人境，被誉为绝世天骄。陛下莫非忘了，这天下谁才是真正的天骄？皇帝更加紧张。自然是崔圣子。这路遥再强，也不过萤火之光，岂能与皓月争辉？3个月后，我要看到陆玄通的父母。至于那个路遥，让他消失。镜头快速横摇，展现殿内的文武百官面面相觑，脸上露出惊恐与不安的神色，身体微微颤抖。皇帝害怕了。鏖战12年，速通11层。陆玄通的心比在大润发杀了10年鱼还急。就在他提高警惕探索12层时，却发现这里一只妖兽都没有。深渊之下，一道通体火红的身影映入眼帘，居然是一只被囚禁的神兽。这哪里是真的？这分明就是专门为了凤凰设立的地狱。深渊之下，凤凰忽然睁开了双眼，死死盯着悬崖上的陆玄通，令陆玄通浑身汗毛倒竖，打了个冷战。昆明，这只凤凰能窠秒我，必须要谨慎。你一个愿望可以帮吾实现。陆玄通抱拳，神色郑重。前辈请说，若是晚辈能够做到，一定竭尽全力。自杀了。陆玄通如遭雷击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深渊中的凤凰。什么？前辈，这晚辈做不到啊！晚辈岂敢亵渎前辈？你要不杀了我，那我就先杀了你。陆玄通大惊失色，这凤凰的手段有些突兀，怕是早有准备，我得小心应对。神皇的怒火与少年的沉静。前辈，在下陆玄通，不知您为何？我本是上界凤凰，却遭天剑宗以宗门大阵强行镇压，囚禁在此数百年。联想自身被宗门不公对待的遭遇，陆玄通心中对天剑宗宗主更添几分不满。前辈既然被困于此，想必也盼着重见天日。若有机会，在下愿助前辈一臂。神皇闻言发出一声短促的批鸣，带着几分嘲讽与悲戚。重见天日，谈何容易？此阵由数位高人联手布局，想一定要达到陆地神仙境界。随便的地地修为，又怎会被困在这镇魔塔中？不必多言，要么离去，要么更给我一个地方。陆玄通沉默不语，暗场里被困着魔体之人，原无可能拥有陆地神仙的修为，但他早年偶得一部上古功法，修为境界异于常人，且恰好习得破解阵法的法门。前辈放心，我既不会离去，也不会伤害。这阵法，我或许能破解。陆玄通凝神静气，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片刻后，他抬手向前一推，一声沉喝，整座镇魔塔微微震颤，束缚神皇的金色锁链渐渐出现裂痕，最终断裂开来。锁链断裂的声响传开，周遭的阵法光芒逐渐消散。太古神皇终得脱困，太古神皇舒展羽翼，
火红的赤斩遮天蔽日，随即发出一声清亮的提名。多谢小影出手相助，此人我记下了。陆玄通微微颔首，神色平静。举手既能结下一份善缘，也能多一个同伴。太古神皇周身神光流转，身形渐渐缩小，最终化作一位少女模样。她红发赤瞳，清丽灵动。陆玄通微微一怔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。竟是这般美，倒是轻易点。少女上前一步，规规矩矩的躬身行礼。小女子夏灵儿，多谢前辈搭救。我被困于此许久，灵力耗损严重，腹中有些饥饿，不知前辈可否赐些吃食？无妨。陆玄通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蕴含有纯净灵力的丹药，递了过去。这是运灵丹，前辈竟有如此品相的丹药。运灵丹虽非顶级丹药，却能快速补充灵力，对修为恢复大有裨益。夏灵儿没想到陆玄通会如此大方，心中更添感激。多谢前辈赐药。丹药入口，夏灵儿盘膝而坐，周身泛起淡淡的赤金色光晕。片刻后，光晕消散，她的气息明显沉稳了不少。借助运灵丹的药力，夏灵儿的灵力得以初步恢复，气色也好了许多。前辈大恩，灵儿无以为报。前辈修为高深，心性正直，灵儿愿追随前辈左右，做个随从，为前辈效犬马之劳。这位前辈不仅实力不凡，还心怀善意。因我刚脱困，根基未稳，追随于他，既能报答恩情，也能有个安稳的容身之处，实属明智之举。20年了，叶孤寒每年都会来此，跪上一日，只为缓解心中悔恨。白发的叶孤寒跪在坟前，手指拂过石碑。玄通，为师来看你了。为师知道你心里的苦楚，知道你当年经历了什么。哎，不管你有没有恨我，我都认了。今天是崔浩和萧子熙大婚之日，叶孤寒怎能让这对狗男女活下去？可恶！玄通，你放心，今日为师定让天下人知道，你是无辜的。叶孤寒拜了一下孤坟，随即朝着天剑宗方向走去。今日诸宗前来，恭贺天剑宗盛世最年轻的尊者境崔浩上位。数百名天剑宗弟子持剑而立，都身穿白衣。师兄，你看那紫霞宗长老，今天倒是睡眼多了。身旁的师兄嘴角微扬，轻哼一声：“这就是实力。崔宗主在，这天下谁敢不低头？”融合至尊谷的崔浩，不仅是天剑宗新宗主，更是苍玄大陆最年轻尊者境强者。剑阁前的广场上全是人，最上手的位置，身着紫金剑袍的崔浩负手而立，周身剑气环绕。身着紫金剑袍的崔浩负手而立，周身剑气环绕。崔宗主天纵之姿，未来必成陆地神仙。天剑宗有崔宗主坐镇，当为不朽基业，恭贺崔宗主登临绝顶。崔浩嘴角微扬，陆玄通，你若泉下有知，会作何感想？就在崔浩志得意满的时候，胸口至尊骨突然一颤，灼热感骤然传来。不对劲，至尊骨从未异动，今日为何突然发烫？一定是错觉。我现在已是天下第一人，连半部陆地神仙都俯首称臣，谁还能威胁我？恭迎宗主，恭贺崔宗主，天剑宗永昌，崔宗主威震八荒。崔浩仰天大笑，心中最后一丝疑虑彻底消失。崔浩气息恐怖，隐隐有陆地神仙的威势。此人
恐怖如斯，天剑宗有此宗主，未来1000年必将独尊天下。今日本宗登基，从此执掌天剑宗，希望门内弟子勤勉修行，早日突破，壮我天剑威名。为此，本宗特意赐下聚气丹，每人1枚。聚气丹能助修士凝聚灵力，突破瓶颈，珍贵至极。此言一出，天剑宗弟子们激动得面红耳赤。宗主威武，崔宗主大气。宗主，我要为你生猴子。崔浩微微一笑，手中拿着储物袋，袖袍一挥，抢啊！此时不抢，更待何时？别急，那是我的。陆玄通，你若在天有灵，不知会怎么想。好啊！至尊骨只有在强者体内才能发挥价值。天剑宗有此宗主，未来必稳坐天下第一宝座。今日老夫正式宣布，崔浩接任天剑宗新一代宗主之位。神霄剑，这可是天剑宗的正宗之宝，由上古雷龙之骨锻造而成，一剑出可引9天神雷，威力无穷。浩儿，从今往后，天剑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。多谢师尊栽培，弟子必不负所托，带领天剑宗登临绝巅。台下一片哗然，是谁？哪来的鼠辈，敢在本宗继位大典上放肆？滚出来！庶子弟齐齐拔剑，叶孤寒踏空而来，白发飞扬，白发飞扬。叶孤寒，原来是你这条老狗！怎么，今天是来给你那废物徒弟陪葬的？今日老夫便要为我徒儿讨一个公道。20年前，叶孤寒曾是天剑宗最强长老，尊者境巅峰，20年的装疯卖傻，只为了今日的爆发。他扑向崔浩，叶孤寒，滚下去！有什么话，等典礼结束后再说。师兄亲自给你交代。崔浩为了至尊骨，伙同萧子熙陷害我徒儿陆玄通。台下一片哗然。没错，崔浩体内的至尊骨根本不是他自己的，他代替了玄通的人生，夺走了玄通的一切，而我的徒弟却被你们打入了镇魔塔底，尸骨无存，空口无凭。胡说！老东西，你找死！叶孤寒，你竟敢污蔑宗主！今日我必亲手斩你！污蔑！哈哈哈！林剑，到了现在，你还想捂住这肮脏的真相吗？你们怕了，怕天下人知道，你们天剑宗的宗主是个靠夺人根骨、弑杀同门才爬上高位的畜生！你叶孤寒，当年陆玄通偷盗宗门丹药，证据确凿，他自己都认罪服主，而你作为他的师尊，如今却污蔑本宗，简直罪该万死。这雷剑就是崔浩所修天级功法九霄神雷剑诀，崔浩毫不留情，出手就是杀招。哈哈哈！崔浩，你怕了？今日老夫就算死，也要让世人知道，你崔浩不过是个夺人根骨、弑杀同门的卑劣之徒。老东西，给我跪下！神霄剑在斩，很多剑影劈下。叶孤寒连挡10余剑，虎口崩裂，嘴角溢血，一道雷光贯穿叶孤寒的胸膛。崔浩，你以为杀了我，真相就会消失吗？不，它只会越传越广。崔浩瞳孔骤缩，猛地抬剑，杀了这老东西，竟敢污蔑宗主！宗主待我们恩重如山，这老狗竟敢血口喷人！这世道本就是如此现实，利益至上，强者为尊。老东西，看到了吗？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实力才是唯一的真理。区区几瓶丹药，便收买了天剑宗数十万弟子的忠心。崔浩觉得这笔买卖十分值。叶孤寒缓缓闭上眼，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，哈哈哈！你们活该！老东西，放神莫怪。
叶孤寒的气息从尊者境中期、尊者境后期，直至尊者境巅峰。什么？崔浩脸色巨变，这不可能！叶孤寒明明已油尽灯枯，怎么可能瞬间恢复巅峰，甚至更进一步？救我！宗主，救我们！好痛苦，真的好痛苦啊！众人害怕回头，只见那些刚刚服下聚气丹的弟子，一个个面容扭曲，七窍流血，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。他们的一切都在被某种恐怖的力量拼搏之力，而那股力量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叶孤寒体内。林剑脸色惨白如纸，聚气丹有问题？你早就下了咒？不错，那些聚气丹里早就被我种下了噬魂血咒，但凡心术不正、滥杀无辜、背信弃义之人服下，也会成为我的养料。数千名弟子在惨叫中化作干尸，他们的血气疯狂涌入叶孤寒体内。叶孤寒的修为直逼陆地真仙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叶孤寒，你这么做与魔道何异？魔就魔了，我只要你死。下一秒，叶孤寒一步踏出，铁剑化作一柄血色魔刃。老匹夫，你找死！现在你知道痛了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本座必让你见识见识至尊谷的真正力量。崔浩仰天长啸，胸口金光绽放，至尊谷发挥作用，气息攀升，和叶孤寒不相上下。老东西，你赢不了有至尊谷的我。小偷还敢信心狂吠，找打！叶孤寒猛然抬手，飞气拍向崔浩。崔浩至尊谷发光，轰出一拳。至尊谷力量恐怖，金光所过之处，空间崩裂。叶孤寒即便被轰碎半边身躯，也能借助阵法瞬间恢复。一时间，崔浩竟然奈何不了他。老魔头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？废物就是废物，有至尊谷又如何？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。你，哈哈哈，没用的，只要阵法不破，我便不死不灭。而你，终有力竭之时。就在崔浩感到绝望之际，叶孤寒，你的死期到了！灵剑一剑斩碎阵影，笼罩吞剑中的吞噬大阵瞬间崩裂，阵法被破，叶孤寒的不死之躯失效了。老东西，受死吧！崔浩抓住机会，至尊谷爆发光芒，叶孤寒倒在血泊中，浑身骨骼尽碎。崔浩站在他面前，可笑啊，叶孤寒，你拼尽一切，可到头来，你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叶孤寒静静听着，他输了，但他不甘心，没能给徒儿报仇。既然执迷不悟，那便送你上路。临死前还有什么遗言？把我和玄通葬在一起。呵，休想！老子要让你魂飞魄散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突然金光破云，还有凤鸣声响起。这是什么存在？难道是隐世大能？不对，这威压怕是超越了人界极限。更让修士们心惊的是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能，居然能让真正的凤凰沉睡于他？凤凰竟甘愿成为坐骑，它的主人该是何等恐怖？难道是哪位仙尊下凡？快行礼，千万不能得罪晚辈，拜见前辈。这只凤凰，这黑袍人为何有种熟悉的感觉？难道灵剑莫名把他与镇魔塔中那只妖孽联系在一起，但很快又放下心来。镇魔塔可是上界宝物，凤凰绝对不可能脱困。晚辈崔浩，天剑宗现任宗主，拜见前辈。前辈驾临天剑宗，实乃我宗无上荣幸，不知前辈可否赏脸？一步一叙，晚辈必当竭尽所能款待前辈。黑袍人静静着站着，扫视全场，目光最终停留在白发苍苍的叶孤寒身上，居然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浓郁的魔气。叶孤寒心中震撼，艰难地抬起头，
望向苍穹。当他的目光落在凤凰背上的黑袍男子身上时，却还是一眼认出了他。徒儿，是你吗？什么？这尊恐怖的存在是叶孤寒的徒弟，是那个早已死去的陆玄通。不，这不可能，陆玄通早就死了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如果这人真是陆玄通，今日天剑宗将迎来灭顶之灾。陆玄通早就死了，被挖骨穿心，怎可能活下来？一定是巧合而已。至尊骨若遇原主，早该反噬才对。前辈还望见谅，这老家伙将您误认作我师弟，实在是对前辈的大不敬。崔浩猛地抬脚踹在叶孤寒胸口，叶孤寒喷出一口鲜血，滚出去砸在地上。晚辈这就将这碍眼的老狗处理掉，免得脏了前辈的眼。崔浩掌心冒金光，朝着叶孤寒的天灵盖拍下。这一掌若是落下，叶孤寒必死无疑。一道寒光突然出现，砍断了崔浩的手臂和金光。崔浩后退，脸色惨白，断臂处流血，面容扭曲。我的手，什么鬼东西啊！黑袍人一击得手，气势如虹，众修士惊恐万分。叶孤寒震惊地看着黑袍人，黑袍男子目光沉静。崔浩瘫坐，面无血色。逃，必须逃，否则会死。所有修士逃走，瞬间退出数十里。天剑峰上只剩几人。崔浩真的怕了，怕这黑袍人恐怖的实力，更怕他真的是那个早该死去的师弟。崔浩颤抖着取丹药吃下，断臂伤口愈合，苍白脸色恢复血色。这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他真是陆玄通？不可能！崔浩心中疯狂否定，但心中的不安却愈发强烈。前辈，天剑宗宗主被斩一臂，这简直是在打天剑宗的脸。前辈，就算您修为通天，也该讲个道理。为什么二话不说就下此狠手？今日若不给个说法，老夫就算拼上这条命，也要与您同归于尽。灵剑周身地面塌陷，全场修士屏住呼吸，紧张地看着。灵剑虽年迈，半步陆地神仙，拼死一击，即便是陆地神仙，也要退避三舍。更何况天剑宗底蕴深厚，护宗大阵一旦开启，那可是连天上人都够喝一壶的。黑袍人瞥了灵剑一眼，聒噪。灵剑被逼得跪下，膝盖下石阶崩裂，他喷出一口血，不可置信。您到底是谁？黑袍人没有回答，所有人全都把头低下。我的徒弟真的回来了。黑衣人从凤凰背上飞下，黑衣人停在了叶孤寒面前。陆玄通记得当年被诬陷时，叶孤寒沉默旁观，被丢入镇魔塔时，师尊甚至未看他最后一眼。叶孤寒颤抖着伸出手，我没有资格让通儿原谅。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，真的是太好了。陆玄通沉默，叶孤寒的所作所为早已证明了一切。他本可以高高在上，却选择了最惨烈的方式，以命相搏。师尊，不必说了，我原谅你了。叶孤寒愣住了，然后哭着点头。够了，有这一句话足够了。陆玄通取出一个玉盒，出现了一枚红色丹药，天血神树丹。此丹一出，所有修士都瞪大了眼睛。我雕，这什么东西？也太猛了，光闻味道我不行啊。见多识广的长老也死死盯着，活死人肉白骨的东西，给叶孤寒这个糟老头子用，无人不惋惜，但也无人不羡慕。该死！可若是能得到这颗丹药，那我这断臂，可就算崔浩再不甘也没用。只凭陆地神仙，他就不敢妄动。一旁的灵剑同样哑口无言。这究竟是什么逆天神丹？居然我都渴望。玄通这丹药，为师不能要。陆玄通愣住，这可是能让人起死回生的。师尊竟拒绝了。叶孤寒笑了，为师老了，活到今日已是侥幸。你天赋绝世，未来路还很长。这丹药别浪费在为师这把老骨头身上。整个天剑宗上下无人敢言。当老头子不知好歹，我要啊！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崔浩面容扭曲，咬牙。崔浩断臂流血，若得此丹，不仅能恢复，甚至更进一步。陆玄通，真的是陆玄通！混账，还敢直呼陆地神仙大人的姓名！你不要命了？这么说，
叶孤寒说的都是真的了。没想到崔浩他们居然……这一刻，陆玄通才真正在众人面前复活，还是以最强势的姿态从地狱中杀回来了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从镇魔塔最底层活着出来？今日我要这天剑宗血债血偿。真的是他，真的是陆玄通。那个被挖了至尊骨的废物，竟然修炼到了陆地神仙境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陆玄通从不滥杀无辜，现在离开者可留一条口，3息之后格杀勿论。陆玄通抬起手，凝聚出一团赤金色的火，那火焰看起来微弱，却散发着让所有人都为之战栗的恐怖力量。跑！快跑啊！陆师兄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留我一条狗命吧。陆师兄，我给你生猴子，留我一条命吧。原本人声鼎沸的天剑宗就跑了一大半，看着眼前景象，崔浩后悔不已。为什么当时没直接杀了陆玄通？混账！都给我回来！闭嘴！谁敢临阵脱逃，本宗主第一个宰了他。林剑看着宗门分崩离析，他自己好像也失去了活着的念头。陆玄通，我要你死！请老祖出山。下一瞬，天剑宗最深处，那座尘封千年的禁忌之地骤然裂开。殿后大剑裂开，白光耀眼，光熄灭，那是陆地神仙，真正的陆地神仙之威。老祖，此子陆玄通毁我宗门根基，屠我宗内弟子，还请老祖出手镇压此僚，还我宗门朗朗乾坤。陆玄通，你死定了！这位白袍老者正是天剑宗上一任宗主，真正的陆地神仙境强者。老祖，请诛杀此子。老祖，为我等做主啊！老祖终究是成名已久的绝世强者，没有人认为他能战胜老牌陆地神仙。小辈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灭我天剑宗满门，还敢无罪？哼，小辈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可怜，笑你无知，笑你地下埋坟100年，成疯癫。你可知道，20年前我也是天剑宗弟子。老祖瞬间动心了，这不到100岁便踏入陆地神仙境的绝世天骄，为什么？说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祖，他当年确实是我宗弟子，但心术不正，残害宗门。我等念在师徒情分，只是将他逐出宗门。谁知他如今竟要灭我天剑宗满门，还请老祖不要被他蛊惑。老子活了数百年，还看不出你个小崽子吗？真相是否如他所言？老祖非真，混账东西！本座平日待你不薄，你竟敢说，把真相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20年前，萧子熙勾结崔浩，设计陷害陆玄通。后来，他们挖走了陆玄通体内的至尊骨，嫁接在崔浩胸口中，最后将他丢入镇魔塔内，自生。原来如此。老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当年亲手选定的继承人，竟酿成如此大祸。现在，他对陆通玄的敌意消失，只剩下了惋惜和后悔。老祖饶命！老祖饶命啊！老祖缓缓抬起手掌，林剑瞪大眼睛，一声闷响，林剑被一掌拍成了一滩肉泥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不满意。杀一个林剑算什么？陆玄通完全不觉得一个人的死就能抵过他受的苦。还有崔浩、萧子熙，陆玄通要的是灭天剑宗满门。我知道你心中有恨，但你终究是天剑宗弟子。不如这样，我将崔浩体内的至尊骨还给你，并将他镇压在禁地100年，如何？我本以为你刚正无私，没想到也是和他们一路货色。崔浩胸口的至尊骨本就是我的，镇压100年太便宜他了，我要他死。下一任宗主之位给你如何？在你眼中，宗主之位至高无上，人人梦寐以求，但在我眼中，狗都不要。此话一出，
把天剑宗贬得一文不值。在场的人都知道，按这位长老的脾气，是不可能善良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今日老夫就算拼上这条命，也要护我天剑宗周全。今日镇压你，让你乖乖接任宗主之位，这笔买卖值了。老祖周身光芒大盛，不自量力的东西也配和老祖斗？等他落败，我便补刀，永绝后患。两道身影同时消失，下一瞬，两人出现在高空上。灵儿想要上前助阵，陆玄通却一声呵止：“退下，我一人足矣。”年轻人狂妄！老祖抬手一挥，飞剑看向陆玄通。陆玄通双拳接下，一拳把剑轰飞。老祖越打越心惊，他本以为凭百年底蕴能轻松压制陆玄通，却没想到对方力量如此恐怖，那赤金色的灵力恐怖如斯。疯了，简直疯了！陆玄通今年才多少岁，居然能压制老祖？他是年轻人，那我是什么？废物吗？老祖脸色阴沉如水。小辈，跟老子斗，你还是嫩了点。接下来，老祖便让你见识真正的底蕴。废话少说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黄金。冥顽不灵，焚天诀。火焰喷出，融化了云朵、大地，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认输或者死。陆玄通却突然笑了：“这也叫黄金功？我看是黄金。”大话说得好，你倒是拿出来啊！老祖不信，黄级功法岂是如此容易得到和领悟？陆玄通不过100岁之龄，如何能掌握？如何能掌握？大求天指，漆黑巨指破坏了无边火海。不可能！现在轮到你了。不要过来，陆师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当年都是萧子熙那个贱人蛊惑我，还有林剑，是他逼我挖你的蛊，我本不愿意，你信我？陆玄通笑了。萧子熙放心，他很快就会去黄泉路上陪你。我可以把至尊蛊还给你，林剑已经死了。求求你饶我一命！陆玄通手掌凝聚金光，饶你一命。当年你可曾想过饶我一命？陆玄通哈哈哈！你真以为你能杀我？陆玄通，你可知我的身份？你不能杀我，杀了我你会后悔的。哦，我倒要看看，杀了你能有什么后果？我乃天界神尊世家的血脉，我的父亲是神尊之子。你若杀我，必遭天谴。说完了，这就是你的遗言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你也会死的。陆玄通竟真的杀了崔浩，这一次。在场的机灵修士们想起了一个问题：他不怕上界天尊报复，难道是有什么底牌？陆师兄饶命，我们是被逼的，都是崔浩和林剑的错，与我们无关啊！陆玄通目光扫过天剑宗残余弟子，陆玄通袖袍一挥，数百名弟子瞬间化为血雾。选择了对立面，便要有赴死的觉悟。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漆黑巨指再次浮现，摧毁了天剑宗。天下第一宗就此除名，远处观战的各大宗门强者无不胆寒。该去大前皇朝了。是谁欺负我儿？天界强者降临人间。蝼蚁，是你欺了我儿？是我杀的又如何？九幽深渊的千年蛇妖神尊夫人，曾凭着心计攀附上神尊之子，
他将崔浩送往下界，留下了狠话：谁欺我儿，我杀谁。浩儿死了。女子盯着陆玄通。快逃！天界之人降临，绝非我等能抗衡。这妖蛇的气息已经超越了陆地神仙。陆玄通完了，再不走，我们也要陪葬。蝼蚁，是你杀了我？是我杀的又如何？好，很好。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生不如死。我去，崔浩居然没骗我，他真有个牛逼老母。可笑。怎么？区区下界蝼蚁，也配与我天界生灵抗衡？你这下界贱民，也配跟我儿相提并论？蝼蚁，给我儿陪葬吧。凤鸣响起，夏灵儿突然挡在陆玄通前面，夏灵儿变身凤凰，撞向巨蛇，把蛇逼退。这怎么可能？下界怎么会有太古神？还是柚子？小辈，本座今日只杀了蝼蚁，与你无关，速速退开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想要杀我主人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太古神皇何等尊贵，竟甘为奴。明儿此生只认一主，要战便战，何须废话？太古神皇天生克制阴邪，可惜夏灵儿终究年幼，敌不过老妖怪神尊夫人。灵儿，陆玄通身体被妖力镇压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夏灵儿重重砸入大地，烟尘四起，神皇哀鸣。下界蝼蚁也配染指太古神皇？灵儿，蠢货，你疯了吗？杀了这蝼蚁，你便能恢复自由之身，何必为他送死？自由，你不懂。什么？苍穹震颤，一道比太阳还要炽烈的火光撕裂天幕，无尽神焰倾泻而下，一股恐怖威压降临世间。这是……伤我族人者，刺！一声凄厉的凤鸣响彻云霄，夏蝉的真身瞬间化作一位风华绝代的赤金长裙女子。没事吧？别说话，母亲在这里，没人能再伤害你。母亲来晚了。呵呵，你是何人？夏蝉不解，他的女儿，堂堂太古神皇，此刻竟以保护的姿态护着这个微末修为的人族，这绝对不对劲。太古神皇何时需要庇护人族？母亲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，灵儿。是为娘来晚了，别害怕。此刻战场上只剩下4人，相拥的母女，挣扎的陆玄通，以及一条正在悄悄后退的蝰蛇。混蛋小子，从哪里整来的太古神皇圣女，
想走？不许走！伤我女儿，还想全身而退？圣女大人，这是个误会。我若知道她是您的女儿，误会。你方才不是说要让我女儿生不如死吗？母亲，就是他要杀子琳。主人，就是这条臭虫伤了你。不，太古神皇圣女夏蝉，实力深不可测，天界妖蛇连挣扎都无，便被彻底抹除。这股浩瀚威压，让陆玄通呼吸都变得困难。要是让这位圣女知道，她女儿与我签订了主仆契约，怕是连骨灰都剩不下。灵儿，坚持住！就算有精纯灵力，但也挡不住夏灵儿伤势极重，神皇本源几乎震碎，仅靠灵力输送，只能勉强吊命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怪为娘来晚了。这是神皇一族最珍贵的本源精血，每一滴都蕴含100年修为。精血入体，夏灵儿脸色稍稍好转，但伤势依旧不容乐观。夏蝉流下了眼泪。用这个天血神树丹。天血神树丹固然珍贵，更让夏蝉震惊的是，陆玄通竟毫不犹豫地将丹药喂入夏灵儿口中。你……夏蝉刚要开口，夏灵儿绽放光芒，整个人恢复如初。主人，夏蝉表情难看。灵儿，你这小没良心的，怎么见到他比见到为娘还高兴？你没事就好。你跟我女儿到底是什么？他是灵儿的主人。我是灵儿的主人。夏蝉愣住了。这样，一人一凤的承认让夏蝉在风中凌乱。如果这些话让其他神皇听到，陆玄通肯定活不了。但谁让她是夏灵儿的亲娘呢？夏蝉深吸一口气。这种级别的疗伤圣药，即便是在天界也极为罕见。太古神皇一族底蕴深厚，库存也不过寥寥数颗，而眼前这个人族少女竟毫不犹豫将如此珍贵的丹药喂给了夏灵儿。夏蝉心思电转，他必须弄清楚这份契约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如果是好事，皆大欢喜；如果不是，他也不介意了结这个人族少年。晚辈陆玄通，见过前辈。我确实是夏灵儿的主人，但希望您不要与他计较，他还小，性子单纯。夏蝉瞪陆玄通，什么叫不要与他计较？这语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夏灵儿的父亲，在替自家孩子向长辈解释。夏蝉气笑了。更让夏蝉在意的是，夏灵儿听到陆玄通的话后，竟然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脸颊，这就表明在夏灵儿心里，陆玄通和他一样重要啊。你们签订的到底是什么契约？什么等级？天道共生契约。天道共生契约？那个平等契约，同生共死，永不背弃，怎么会这样？虽然是平等契约，但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竟与一个下界人结成关系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这少年竟能随手拿出天道共生契约。母亲，你看，这是主人送我的流萤天道镯，就是用它签订的契约哦。这手镯当真不错，这样的宝物，即便天界也堪称绝世。要不然，不行不行，太荒唐了。哎，没什么，说一下吧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夏灵儿讲完事情原委，夏蝉才得知，竟是自己的女儿主动，竟是灵儿主动的。幸好灵儿遇到的是你，非但没有利用灵儿的单纯，反而以最珍贵的契约相待。
从未将灵儿视为奴仆。陆公子方才多有冒犯，还望见谅。前辈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你当得起？夏灵儿扑向夏蝉。母亲，主人真的很好很好，他每天都给我吃最好的灵果，还教我修炼，晚上还会给我讲故事。夏蝉目光却落在陆玄通身上，意味深长。看来我这个做母亲的要好好感谢陆公子才是。不过既然灵儿认你为主，那你是不是也该叫我一声？陆玄通愣在原地，俊朗的脸庞瞬间涨红。短暂打去陆玄通之后，夏蝉知道他们该走了。作为上界神兽，再不走就要被下界天道狠狠制裁了。主人，我不想走。灵儿，听话，等你变强了，才能更好的保护主人，不是吗？可是灵儿不想离开主人，主人不要我了，主人是不是嫌弃灵儿了？傻丫头，主人怎么会不要你？我们有这个，随时都能联系，只要你想着主人，我就能感应到。不好，天道开始排斥了。灵儿，我们必须立刻离开。陆公子，照顾好自己，我们太古神皇凤族永远是你的朋友。主人，不要忘记灵儿，一定要来找我。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涌上陆玄通心头。等着我，灵儿，很快我就会堂堂正正的踏入天界，把你接回来。天剑宗已经没了，但这些还不够，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活着。那个贱人还在大前皇朝逍遥自在。萧子熙这个名字像毒刺，深深扎在陆玄通心头。当萧子熙得知崔浩死讯时的表现，那一定精彩极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符合签到条件，触发特殊签到任务。萧子熙的婚房，签到奖励绿帽天雷，此为被动天赋，未来有任何女人背叛宿主，都将遭到不同程度的天雷毁灭。婚房很好，你就用他的婚房作为他的葬身之地。萧子熙，陆玄通，你就这点本事？至尊骨在你身上真是暴殄天物。神魔使王权，陆城前右拳爆发出绯红色漩涡，打飞陆玄通。四周观战的陆家弟子顿时爆发出一阵喝彩。城前师兄威武，这才是我们陆家第一天才。啧，至尊骨不过如此，神魔圣体排名要比他高一大等级。再来，我还没输。就你这副模样，也配争夺圣子？至尊骨不过如此。够了，玄通已经到极限了。长老此言差矣，年轻人多，切磋是好事。玄通不认输，还有余力吗？这点本事，别说是我陆家子弟，丢不起人，还至尊骨，我看是狗骨头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下次族比遇到我，直接认输，别丢人现眼。呵呵，是的，他不是陆玄通，却也是陆玄通。40年前，陆夫人诞下一对双胞胎，一子一女，男儿天生至尊骨，而他无名无姓的妹妹，为保护兄长被秘密送往下界，而他被迫顶替了兄长身份。这位是陆家二长老陆云亭，他们的亲生父亲，而他身旁的雍容妇人正是他们的母亲蓝月姿。跪下！云亭，别对孩子这么凶。慈母多败儿，若不是你一味纵容，他怎会如此废物？身怀至尊骨，却连陆城前都打不过，没有突破，不准出来。云亭，本天禁地太危险了，他还小，不要让他去。不去禁地怎么成长？1个月后的生死战，如何战胜陆城前？玄通，等等，母亲。他抱住了陆玄通。女儿，母亲已经快要找到你哥哥了，很快就能把他接回来。到那时，你就不用再伪装了，可以做回自己。
母亲，能说什么？陆玄通妹妹不可置信。这些年，母亲一直在暗中寻找你哥哥的下落，最近终于有了线索。看他多厉害，现在已经是陆地神仙了，年不过百的陆地神仙一定能护住你的。今日是萧家千金萧子熙大婚之日，整个京城都将目光投向了这座中心。萧家主，恭喜啊！令爱今日大婚，当真是天作之合。萧夫人好福气，令婿崔公子年纪轻轻，执掌天剑宗，将来必是苍玄大陆的擎天玉柱。同喜同喜，诸位今日能来，是我萧家的荣幸。萧母站在丈夫身侧，眉宇间难掩焦急，目光不时望向天空。老爷，浩儿怎么还不来？急什么？今日可是崔浩接任天剑宗宗主的大日子，典礼耽搁些时辰，再正常不过。大哥，咱们萧家这次可真是时来运转，得此良缘啊！子熙那丫头，打小我就看出是个有造化的。当年皇子上门提亲，我都没答应，如今看来果然没错。皇子，现在皇子也要仰望我们萧家鼻息。他们算什么东西？老爷，刚收到消息，陛下派了太子殿下亲临贺喜，车驾已经到街口了。让他自己进来吧，从今往后也要分清楚这天下谁才是强者。定是浩儿来了，这般气度威势，不愧是天剑宗宗主。那股威压远超众人想象，磅礴浩瀚。在场的权贵暗自疑惑，崔浩一个尊者境，怎么能强到这个地步？那股撼天动地的气势，让在场众人无不惊骇。在他们看来，能拥有这般威势的，除了那位传说中的崔浩，还能有谁？贤婿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这边都准备妥当了，婚礼随时可以开始。这群人竟把陆玄通当成了崔浩，不过想想也是，崔浩虽名震天下，但真正见过他的人却寥寥无几。而陆玄通如今踏空而来，威压盖世，他们自然先入为主，以为陆玄通就是那位天剑宗宗主。贤婿啊，今日大婚，你怎么没穿喜服？陆玄通嘴角勾起冷笑。你个妇道，人家懂什么？贤婿身份尊贵，行事自有主张，他穿什么？那都是天下最尊贵的象征。贤婿，子熙已经在婚房等候多时了，您请。陆玄通看着萧父那副谄媚至极的模样，心中忽然觉得可笑。这群人为了权势，竟如此趋炎附势，全然不知末日将至。婚房内，萧子熙端坐着主持，陆玄通带入进来。陆玄通推门进来，终于等到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天剑宗宗主夫人了，夫君。陆玄通露出讥讽的表情，萧子熙一怔，这笑声似乎有些熟悉，却又想不起在哪。他并未多想，只当是崔浩今日接任宗主，心情格外畅快。夫君，快掀开盖头吧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妻子，生生世世，至死不渝。生生世世，至死不渝，你也配说这话？夫君，你笑什么呀？难道不信吗？我对你的心意天地可见，从来不会做出背叛你的事。我这一辈子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。陆玄通站在萧子熙面前，俯视着他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隔着红盖头，萧子熙想抱住陆玄通，却被他推开了。陆玄通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鬼，离我远点！你有多想我死，我就有多想活着。显而易见，你不能动我，崔浩不会放过你的。他现在是天剑宗宗主，是至尊，你敢伤我，他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说的是他？陆玄通从袖口取出宗主令牌，扔到床上，捏住他的下巴。他已经死了，现在正在黄泉路上等你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很快就会送你去陪他。宗主令牌都被陆玄通拿到，
萧子熙瞬间失去高傲姿态，他选错了，大错特错，如今竟已成长到如此地步，绝望后悔没过了萧子熙口鼻。玄通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当年是我鬼迷心窍，不识好歹，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，饶我一命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背叛你，还可以给你暖床，只要你要我就给，好不好？求求你放过我。萧子熙想抓住陆玄通的手，又被他直接甩开。萧子熙，你的忏悔留着去地狱说吧。萧子熙怎么能甘心？无尽荣华富贵未享，至高权势未握，怎能死于此？野心不甘超过死亡恐惧，给了他无尽的勇气。玄通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双修了，不如试一试。人家保证让你满意，有些手段可是连崔浩都没尝过。玄通，我知道你还喜欢我，对不对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可以。你还是这副模样，真令人作呕。萧子熙脸色涨红，挣扎。贤婿啊，可是子熙哪里伺候的不周到？您别生气，我这就教训他。萧父原本以为女儿惹崔浩不满，看清房内如遭雷击，这不是崔浩，不是新婚夫妻。你不是崔宗主，哪来的野小子，敢在我萧府放肆？陆玄通冷笑：无名陆玄通。呵，老夫想起来了，子熙曾提起你，你就是那吃软饭的小白脸。若非我女儿，你连见她资格都没有。萧父越说越起劲，傲然浓烈，没注意萧子熙疯狂使眼色，也没注意陆玄通死寂脸色。当年你偷窃炼丹阁的丹药，若非子熙求情，你早被废了。没想到你竟恩将仇报，狼心狗肺。他真是如此精。他还能有假？萧子熙闻言，内心彻底崩溃，绝望的闭上眼。陆玄通爆发冲击波，萧父被震飞，躺在地上吐血。萧子熙被他踹飞，砸在房间内的雕花木柱上。萧子熙，你真是陆玄通本以为萧子熙至少会保留最后一丝羞耻之心，没想到他竟颠倒黑白，搬弄是非，倒打一耙，背刺偷袭，简直不要脸到极点。今日若不杀他，以后就不姓陆。他娘的，哪来的狗东西，敢在我萧府翻案？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崔宗主，小畜生！我劝你赶紧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否则我萧家誓不罢休。他喋喋不休地咒骂着。萧子熙看着父母轮番羞辱，内心彻底绝望，怕是酒足消消乐。狗东西，还不跪下磕头！若是等我家金龟婿来了，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陆玄通手指轻轻一捏，萧母倒下，陆玄通放下手，萧母尸体倒下，萧父和萧子熙彻底害怕。小畜生，老夫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萧父扑向陆玄通，父亲不要！陆玄通瞪萧父，萧父身体僵在半空，下一秒，萧父整个人炸开了，萧子熙跪倒在地。杀我至亲的感觉如何？是不是很痛快？我太理解这种感受了，所以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大前皇帝早就找到你父母的下落了，他们现在就被关在皇宫地牢，今日午时就要问斩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还有个妹妹陆瑶，现在是紫霞宗圣女，多么优秀的姑娘啊！可惜了，也快死了。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劈在陆玄通心头，他身形一晃，面色瞬间惨白。妹妹，他何时有个妹妹？当年离家时，母亲确实有孕，难道……怎么样？现在体会到我的痛苦了吗？你的父母、妹妹，所有你在乎的人，都要为你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陆玄通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他苦修多年，只为保护家人，可如今，若父母因他而死，素未谋面的妹妹早已不测，他的道心必将崩溃。陆玄通，你现在的表情真是精彩啊！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很美妙吧？我承认我后悔了，但那又如何？这世上哪有后悔药？既然做了，就要付出代价。现在距离午时只剩半炷香了，你的父母还有那个可爱的妹妹，他们的头马上就要被砍下来了。你说完了吗？萧子熙，你该死！今日我灭你九族解恨。
圣级功法，天雷击灭者。萧子熙看着巨掌压下，杀了他，摧毁了整个崔家。陆玄通看了一眼这片废墟，化作一道光飞走了。父亲、母亲还有妹妹，一定要等我。丁，宿主触发签到任务，大前皇朝皇宫。任务奖励：重铸涅槃至尊骨。洞府内冰床上，路遥正闭目盘坐，突然他身上冒光，突然一股恐怖的气息骤然爆发，整座洞府剧烈震颤。成了，苦修15载，今日终破尊者境。双10年华突破尊者境，路遥打破了崔浩的记录，成为了苍玄大陆最年轻的尊者。瑶儿切莫自满，为师巅峰之时，见过太多精彩绝艳之辈，那些真正的天骄，若想杀你，不过是一个眼神的事。师尊教训是，弟子知错了。夏清仙，上界顶级大能，因寿元将近，神魂封印在紫金铃铛中。这紫金铃铛被路遥跳崖时在山洞里见到并唤醒后，夏清仙就强收路遥为徒。当然，莫要妄自菲薄，以你的天赋，加上为师的指导，称霸下界指日可待。即便是天界，那些所谓的天骄，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多谢师尊栽培。圣女大人，方才有一位自称大前皇朝国师的老者，令弟子将此物转交给您，只说要圣女亲自打开，自会知晓。这几年来，大前皇朝一直追杀陆家人，他在紫霞宗才得以幸免。现如今他们竟然送了东西过来，一股不祥的预感。这是……路遥看到了手臂上有一道熟悉的伤疤，那是父亲当年为保护他留下的痕迹。父亲来过，今日兴师万贯。瑶儿，冷静，这明显是个陷阱。陷阱就算是刀上，是弟子今日一定要血洗。路遥化作光飞走了。地牢深处，大将军秦无路踏入牢房，他狞笑着，一把扯断锁链，将陆家夫妻拖出。两位，该上路了，跪下。狗皇帝，你以为投靠崔浩就能高枕无忧？你迟早会遭天谴的。乡野村夫，也配妄议天下大事？你可知至尊骨意味着吗？天剑宗宗主的分量就有多重？哦，你当然不知道，毕竟你儿子已经死了。陆景他的双目瞬间布满血丝。华贵皇宫前，好多禁军，最上面是穿着黑色龙袍的咒天皇帝和在他面前戴着枷锁的陆景、李琼玉。畜生！别急，很快，你们一家3口就能在黄泉路上团聚了。无事一至，醒醒。老婆，你可怕？不怕，通儿和瑶儿会给我们报仇的。刽子手上前，砍刀挥下，又被流光弹开。狗皇帝，你若说我不你，别了你。荣瑶，朕还以为你会龟缩在紫霞宗，不敢现身，没想到你倒是有几分孝心。不过，就凭你一人，也想抗衡朕的数万大军，简直可笑。为了对付路遥这个天纵之才，咒天皇帝特意准备了许多杀招，这也是他为什么敢如此自满，站在最显眼地方面对路遥这个高阶修士。大军，给我杀了他，取一块肉者，封万户侯。杀！路遥一个人和大军装上了，突然他身上爆发光，把大军撞飞。路遥尊者竟修为彻底爆发，大秦军队虽然精锐，但一时间竟退不成军。路遥倒是越战越勇。小丫头，就凭你也配挑战陛下神威？咒天皇帝嚣张的笑。秦无路，杀了他，朕许你裂土封王。臣领旨。秦无路一步踏出，冲向路遥。路遥突然消失。秦无路瞬间转身，一拳砸飞了路遥。路遥倒在地上，艰难地坐起来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来送死？结束了，杀了他。死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一刻，路遥周身灵力浩瀚如海，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攀升。师尊助我！仅仅2个字，师尊。这一刻，路遥彻底蜕变，气息瞬间攀升至尊者境巅峰，已是陆地神仙之下无敌的存在。路遥发冲击波，摧毁了一座房子，眨眼间连破3境，这他妈是什么妖？
骤天皇帝面色恐惧，路遥的实力已经完全超出了骤天皇帝的预料。这位执掌大前皇朝30载的铁血帝王，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。朕绝不能死在这里。路遥，你若敢再上前一步，朕立刻斩下你父亲的头颅。果然。瑶儿，不要管我们，杀了这狗皇帝，为我和你娘报仇。骤天皇帝一压剑，陆景脖子流血。路遥，你自废修为，朕便放你们一家3口离开，如何？自废修为，或许只是暂时失去力量，日后还能恢复。路遥觉得，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朕乃95之尊，金口玉言，岂会骗你？若你不信，朕可以祖宗之名起誓，保你满意。瑶儿，你若废了修为，我们全家必死无疑。路遥握爪，从流血丹田中拿出一只金黄内丹。徒儿，住手！快塞回去！你不能信他，骤天此僚阴险狡诈，他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对，你保胆，只要你自废修为，朕立刻放了你们一家3口，绝不食言。瑶儿，不要啊！住手！你兄长的仇还未报。死而后愿者。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起，那颗璀璨的金色内丹轰然爆碎。路遥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为米，修为就像当年的陆玄通一样尽废。骤天皇帝狞笑：瑶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？你不该来的，不该管我们的。二将听令，杀了陆氏3口，将他们的人头献上来。多亏了陛下阴谋得逞，否则今日我等必死无疑。那丫头太天真了，落得如此下场，咎由自取。就在哼哈二将即将动手的时候，路遥凝聚浑身力量，给了他们致命一击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没想到最后居然是我亲自动手。就在他们即将动手之际，异变突生，天地骤然震颤，苍穹之上雷云翻动，一股浩瀚如渊的威压笼罩整座皇城，所有人几乎要跪伏在地，就连城中的天人境强者也感自己渺小。不知是哪位前辈降临我大前皇朝，朕乃一国之君，若有怠慢，还望海涵。若前辈不弃，朕愿设宴相邀，共赏。下一秒，无数雷霆把士兵轰得像焦炭一样，只有骤天皇帝愣在原地，陆玄通立在空中俯视皇帝。狗皇帝，你可想好怎么死？这短短8字如天雷轰顶，让骤天皇帝彻底体会到何为绝望。面对陆地神仙境的绝世强者，皇权富贵、万军拱卫都不过是笑话。前辈，有话好说。晚辈实在不知哪里得罪了您，还请您明示。昔日高高在上的帝王，此刻却像丧家之犬般跪服。这一幕让远处被困的陆景一家心神俱震。李琼玉紧盯着那道伟岸身影，心中涌起莫名的熟悉感。夫君，为何我从那位前辈身上看到了玄通的影子？娘子，慎言。这位前辈虽然与玄通有几分相似，但他身上的气息，那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啊！我们的玄通已经……话未说完，李琼玉已是泪如雨下。他们知道，心爱的玄通早已死在镇魔塔，20年了，父母已经鬓角斑白。当年他执意修道，轻信背叛，被挖至尊骨，丢入镇魔塔。若非觉醒金手指，他早已化作黄土。妹妹路遥，鲜血染红白衣，生命如风中残烛。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。陆玄通哭了，陆景一家同时哀求：前辈，只有眼前这位通天彻地的强者，才能救下瑶儿，才能替通儿讨回公道。哪怕豁出这条老命，哪怕跪地祈求，我也要让这位前辈救下路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傻啊？前辈，晚辈有一事相求。我的兄长陆玄通在天剑宗遭奸人迫害，尸骨无存，晚辈愿奉献一切，只求前辈替兄长沉冤得雪。陆玄通心头巨震，他从未想过，哪怕濒死，妹妹最后的愿望，竟还是为他讨公道。我的傻妹妹，真是个傻妹妹啊！看着乖巧懂事的妹妹，陆玄通心中翻涌着无尽的心疼与愤怒。从今以后，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妹妹。不孝子陆玄通拜见父亲、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这一跪
是陆玄通对父母20年的亏欠。你这老东西，该不会在外面偷偷养了个私生子？老婆大人明鉴，我只钟情你一人，哪来的什么私生子？他们从未亲眼见到他的尸体，难道眼前真的是他们儿子？儿子，你的名字是不是叫陆玄通？我是陆玄通，你们的儿子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。通儿，这一刻，陆玄通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父母鬓角已染霜白，脊背不再挺拔，这些都是他亏欠的证明。这怎么可能？陆地神仙，那可是真正超脱凡尘的存在啊！原来不是没有消息，而是天剑宗和萧家已经没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兄长，真的是你吗？兄长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心愿已了，陆瑶的气息越来越微弱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瑶儿，别睡，兄长回来了，就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从今往后，这天下无人可欺凌你。放心，有哥在，不会让你死掉。若是连自己的妹妹也护不住，那我才是真正的窝囊废。陆瑶气息越来越微弱，内丹已碎，根基尽毁，生机如同风中残烛。我不会让你死。九转白骨丹，这可是传说中的圣药，天界也难求。闻到药香，便觉浑身气血沸腾，连衰老的躯体都在焕发生机。通儿，瑶儿有救了。一定会，一定会！原本枯竭的丹田处，一枚全新内丹在缓缓凝聚。陆瑶的气息节节攀升，先天境、化凡境、宗师境、大宗师境界、天人境、尊者境巅峰。短短几个呼吸间，他的修为竟直接跨越数个境界。这怎么可能？哪里还有半点濒死的模样？他活过来了，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。兄长，傻丫头，哭什么？从今往后，没人能再欺负你，谁敢动你一根头发，兄长灭他满门。他曾以为自己会孤独死去，可他的兄长回来了。孩子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好啊，我陆家的儿郎就该如此。什么狗屁皇帝，什么天剑宗，在我儿面前不过土鸡瓦狗。有人欢喜，自然有人愁。纣天皇帝如同一滩烂泥，瘫软在地。前辈，不，爷爷，祖宗，求你饶我一命，我愿奉上整个大千皇朝，选祖灵的一条狗。这一切都是萧子熙那个贱人蛊惑我的。饶你？你逼迫我妹妹自废修为时，可曾想过饶她？你默许萧子熙陷害我陆家时，可曾想过今日？现在求饶，晚了。大荒求天旨。不，一指灭皇帝，一指碎皇城，何等霸道，何等无敌！这就是陆地神仙的力量吗？这就是我的兄长吗？这就是我儿的实力。宿主降临大前皇朝，恭喜签到涅槃至尊骨。这是什么？后退？不对，夏清仙感应到了，这是至尊骨的气息，比天界绝世天骄的还要纯粹恐怖。炽热神圣的精血之中，一块暗金色的至尊骨正缓缓浮现。这历经生死的涅槃至尊骨，比原先更强大，比过往更完美。父亲，别担心，师尊说兄长这是在涅槃重生，不会有危险。涅槃重生，父亲、母亲，孩儿无恙。陆景和李琼玉看着陆玄通，激动的哭了。好，回来就好。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苦难终成过往，兄长归来，父母安在，这世间再无人能将他们分开。就在一家人沉浸在来之不易的天伦之乐中时，苍穹之上陡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巨响，虚空破碎，拉开了一道口子。又是天界之人，陆玄通杀一番，虽然麻烦接踵而至，但是他还是不后悔杀了崔浩那个畜生。南资月自裂缝中走出，长裙华贵，看到陆玄通时，身形一颤，美眸睁大，哭了。陆玄通眉头紧锁，玄儿，是你吗？究竟是？我名南月姿，来自上界龙天东域神尊陆家，而你是我40年前在下界遗失的亲生儿子。陆景、李琼玉脸色骤变，陆瑶惊得捂嘴。陆玄通捂着头，很痛苦。我有母亲，她的名字叫李琼。前辈贵为天界强者，还望自重。若再胡言乱语，休怪陆某
不念情面。玄儿，我真的是你的母亲，你看完就明白了。南月姿咬破指尖，金色血液流出，同时陆玄通体内至尊骨也流出金色血液，两股血液交汇，血脉共鸣的声音清晰可闻，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亲近感在陆玄通体内回荡，这种感觉做不得假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娘，您告诉我，我是您亲生的，对不对？求您告诉我实话。通儿，我的儿啊！陆玄通浑身颤抖，崩溃。住口！我不信，这一定是幻术，是阴谋。这是你出生时我亲手为你戴上的护身符。陆玄通看玉佩，脸色大变。这块玉佩竟与他那块从小贴身佩戴的那块残缺玉坠严丝合缝。刹那间，无数破碎的记忆碎片涌来，陆玄通想起了一切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回来找我做什么？陆玄通是我们夫妻俩培育成人，还请给我一个让你们相认的理由。玄儿，你当年既已抛弃，今日又何必出现？我们养大的骨肉，岂容你轻易带走？兄长竟不是我的亲哥哥，难怪他如此卓绝。难道他本就来自上界，是仙人之子？如果兄长并非血亲，那我们之间，我在胡思乱想什么？陆瑶猛地摇头。我只想知道，你当年为何抛弃我？玄儿，娘亲怎会狠心抛弃你？是当年你出生时，家族走漏消息，有大能盯上了你的至尊骨，我们迫不得已才把你送到下界啊。当年之事确实怪不得，但我的父母待我如亲生，我也视他们为至亲。我不想跟你回去。陆景和李琼玉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。玄儿，我理解你的选择，也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请你看在你妹妹的份上，回去帮她一次。母亲，求你了。玄儿，娘亲知道这对你来说太过突然，可你妹妹真的很需要你。南月姿的女儿已在崩溃边缘，她肩负着全族希望，却从未为自己活过。她的精神已濒临极限，若再晚一步，后果不敢想象。通儿，玄通，这件事你自己决定，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们都支持你。瑶瑶能理解那位姐姐的感受，瑶瑶支持你去保护她。当然，兄长解决完后一定要回来，不可以留在天界，否则……好，兄长答应你。神尊陆家奖励天火境修为。太好了，妹妹有救了。玄儿，娘真的很感谢你。来吧，让我看看天界有何不同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陆玄通，甚！接下来的几场战斗进展极快，陆无尘以寂灭剑意横扫对手，3剑定胜负。但这个陆玄通才是最震惊的，居然打败了陆清河，那可是陆家排名前5的天骄啊，太强了！神魔血脉的威能，陆承前当之无愧的魁首。生死战毫无悬念了。就在众人以为局势已定时，裁判长的声音再次响起：第9场，陆玄通对战陆承前。你打不过我的，投降才是你的宿命。卖给我不丢人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就在裁判长准备宣布下一场对决时，大长老陆峰起身，看向陆玄通妹妹。陆玄通体内的似乎并非至尊骨，他所施展的至尊形态与古籍记载的至尊骨威能有所差距。我曾在古籍中看过一则秘闻，上古时代有位大能为追至尊骨奥秘，创造了神尊骨。他外表与至尊骨几乎无异，甚至血脉气息都相似，但二者威能天差地别。呵，我就说嘛，至尊骨怎么可能这么弱？原来是个冒牌货，亏陆家还把他当天骄培养，真是浪费资源。陆枫，我草泥马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污蔑我儿？陆云亭，你急了，你急了。你若心中无愧，何必如此失态？你儿子根本就不是至尊骨，用神尊骨冒充至尊骨，骗取族中资源，该当何罪？你找死！哈哈哈，你急了，你儿子就是个废物。够了，圣子战当前，成何体统？此事战后自有公断。你体内的真的不是至尊骨？陆玄通妹妹低头沉默，观战席上传来嘲笑。至尊骨，呵，原来是个冒牌货，浪费族中资源这么多年，真是可耻。这种废物也配与我等同台？兄长，你在哪里？兄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管你是不是至尊骨，今日你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。现在的陆玄通
已经不足为虑了。不仅是他，其余选手也是陆玄通如跳梁小丑，更有甚者还想着打擂台的时候怎么羞辱他。陆玄通妹妹身体摇晃，倒了下去。陆云婷瞬间出现在站台上，扶住陆玄通妹妹。陆云婷感受到了这血液中蕴含的气息，根本不是至尊谷拥有者该有的血脉波动。40年来坚信不疑的认知，在这一刻轰然崩塌。或许这样也好，至少我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。只是对不起兄长，还没等你回来就提前暴露了。裁判长沉默。裁判，既然陆玄通已无力再战，还不速速宣布结果？且慢，是南月姿，陆玄通的母亲。这几日孩子他妈莫名失踪，派出的所有暗卫都未能寻得踪迹，他究竟去了何处？请给玄通一炷香的时间，1炷香后他会重返站台。哈哈哈！我陆承前从不乘人之危，莫说1炷香，便是给他1个月又何妨？无论何时，我都能镇压这个废物。真正的通儿已经归来，陆承前，希望你真的能说到做到吧。南月姿这是要做什么啊？1炷香能改变什么？难不成陆玄通体内真有古怪？在这里，即便最普通的生灵，修炼起来也事半功倍。若是一条狗在天界修行100年，恐怕都能轻易碾压下界的大宗师。南月姿一路小心讲述着这40年陆家发生的一切，妹妹如何被迫假扮她，顶着至尊谷名号挣扎求生，又如何在大长老陆枫的算计下，一步步陷入绝境。当年若不是那位神秘大能强行带走你，你本该和妹妹一起长大，而不是流落下界，历经磨难。妹妹现在在哪？妹妹就在里面。陆玄通点头，推开房门。房门被推开，里面有个昏迷的陆玄通。陆玄通走进门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差一点就暴露了。南月姿解释，就在今日圣子之战上，大长老陆枫当众质疑他身份，声称体内并非至尊骨，而是仿造的神尊骨。他们逼他认输，逼他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，他不肯低头，硬撑着不肯倒下，可终究承受不住。不行，他的执念太深，再这样下去，神魂会彻底沉沦。陆玄通取出一枚血丹药，轮回引魂丹。玄儿，这是从何而来？轮回引魂丹，上古神药，就算在天界亦稀世珍宝。陆玄通没说话，将丹药送入妹妹口中。妹妹浑身一颤，猛地喷出一口淤血，睁眼看到陆玄通。哥，真的是你吗？妹妹，对不起，让你替我承受了这么多。妹妹抽泣着，断断续续诉说这40年的委屈。他们怎么敢？可是现在我终于不用再打桩了，哥，你回来了，我可以只是我自己了。玄儿，还有一场圣子战在等着你。妹妹，接下来就交给我。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真好。哥，你能赢吗？你该问的不是我能不能赢，而是我该以怎样的姿态镇压他们。陆玄通笑了，摸摸妹妹头发。丁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奖励天火境修为。下一签到地点：陆家演舞台。任务奖励：神照境修为。陆枫，你这老匹夫，也配质疑我儿的天赋？陆云婷，你心里早有答案，只是不愿承认罢了。陆云婷，别再骗自己了，他体内根本不是至尊骨，而是神尊骨，一个冒牌货。你放屁！1炷香时间快到了，等陆玄通败在我儿承前手下，看你如何狡辩。陆枫扫了一眼记事箱，陆云婷紧张。突然，所有人抬头看，南月姿、陆通玄和一个戴着面具的女子飞过来。那是陆玄通。他不是昏迷了吗？怎么突然醒了？全场震惊地看着陆玄通。这股威压，全场突然震撼，全都站起身，紧盯着陆玄通。尔等蝼蚁，一起上吧！今日我陆玄通在此，镇压全场。方才还气息萎靡的陆玄通，此刻竟如脱胎换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的气息比先前恐怖了数10倍不止。哼，垂死挣扎罢了。待会儿陆承前师兄就会让他原形毕露。这股压迫感不是单纯的实力碾压，不行，他体内必须是神尊骨，要不然我柳家就白退婚了。这股气息连我都看不透，难道他真的觉醒了？这真的是玄儿？陆云婷记得陆玄通气息内敛，却不至于如此霸道。眼前之人举手投足间
有种俯瞰苍生的漠然。还有他身边银白面具的身影，也让陆云亭感到熟悉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能告诉我，这短短一炷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滚下来！天地仿佛被无形剑气切割，虚空震颤，剑鸣铮铮。陆无尘的剑意又变强了，他这是要直接镇压陆玄通吗？哼，陆玄通太装逼了，在逼王陆无尘面前，算他倒霉。陆玄通还是站在台上，陆玄通体内灵力如火山喷发，节节攀升，每一声轰鸣都伴随着他气息的暴涨。陆玄通的眼睛彻底冷了下来。哪来的小小子，也敢与我陆玄通这般？陆玄通猛地一步踏出，天生剑胎陆无尘竟连抬头都做不到，全场目瞪口呆地看着台上疯狂的一幕。这不可能！若非亲眼所见，谁敢相信？陆玄通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？啊！陆无尘背后浮现巨大虚幻剑影，凭借这一招，他终于勉强站起身来。还敢抬头直视我，你嫌自己不够丢人吗？哈哈哈！陆无尘也有今天，刚才不是挺狂吗？怎么现在连站都站不稳了？陆玄通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听好了，吾身怀至尊骨，当独断万古。尔等不过跳梁小丑，也敢与日月争辉，当真可笑。你们一起上吧，别说我欺负你。陆玄通的最后一个字落下，整片天地仿佛都为之一颤。疯了吧？陆玄通是不是疯了？挑七，他以为他是谁？还真当自己体内的是块至尊骨。他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装逼的，但没见过这么装逼的。柳家主看向另一边崔家的荒古圣体拥有者。好，这才是至尊骨，这才是我陆家子孙该有的魄力。月子，你不会给玄通吃了什么禁药吧？让他这么猛？你的儿子本就是天纵之才，如今不过是要拿回本该属于他的一切罢了。陆云亭当然知道自己的儿子天赋卓绝，可这40年来，陆玄通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。这位是？你能不能安静些，让儿子好好发挥？至于他，等比试结束，自会告诉你答案。站台边缘，戴着银白面具的妹妹泪流满面。妹妹，这些年你受的委屈，哥哥都会帮你，10倍100倍的讨回来。妹妹用力点头，看看哥哥和母亲，又看向父亲。谁能告诉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荒求天旨。陆玄通，你竟敢当众羞辱我！谁给你的胆量？魏还在等什么？我们都是东域顶尖天骄，岂能被他一个神尊冒昧？今日若不联手镇压他，日后我等还有何颜面在陆家立足？陆承前体内神魔血脉躁动不安，竟对陆玄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畏惧。不仅仅是他的血脉，看着如今的陆玄通，陆承前隐隐恐惧。这怎么可能？一炷香前他还气息萎靡，现在怎会强到如此地步？自己弯弯。黄金到了。九幽玄冰盾，神魔护体，万剑归宗。然而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抵抗都是徒然。所有人的目光死死盯着那根金色巨指。突然其来的顶级黄级功法——大荒求天指，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。这怎么可能？顶级黄级功法，连家主都未必能轻易施展，他竟能信手拈来。陆玄通真的是那个沉寂40年的废骨。若陆玄通真有如此实力，那2个月后的生死对决，他的孙女岂不是必败无疑？好，这才是至尊骨该有的威势。我陆家当兴。这是我儿，子不类父啊！这才是我的兄长，那个本该独断万古的天骄。陆玄通，找死！7大天骄同时祭出最强底牌，联手攻向陆玄通。他们不信7人联手还镇压不了一个陆玄通。皮肤寒术，可笑至极。既然你那便彻底碾碎你们所有的想法。那是至尊骨，那是至尊骨的神威，真的是至尊骨，不是神尊骨。刚才哪个蠢货在质疑陆玄通的至尊骨？好恐怖的气息！这就是至尊骨的完全形态吗？简直恐怖如斯！至尊骨，传说中至高无上的天赋，
一旦觉醒，便注定能降众生。此刻，陆玄通仿佛一尊真正的至尊正在苏醒，至尊形态彻底开启。不可能！现在卖了，在真正的至尊面前，尔等皆为了我。若是当初没有退婚，这位横压当世的至尊天骄，本该是柳家的乘龙快婿。我陆家崛起在即。陆云亭震撼，南岳姿笑。陆玄通的妹妹望着陆玄通，尔等若能接下这招，我便认输。原本绝望的七大天骄眼中再度燃起希望之火。陆玄通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可别反悔。对，若是我们接下这招，你便认输。陆承前沉默，天上出现无数雷，一个雷霆巨掌拍下，圣级功法天雷寂灭掌，陆家长老才能修炼的至高绝学。不，连舞台化作焦土，仅凭一掌，陆玄通镇压七大天骄，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。快去救人！医师们抢救受伤的陆家天骄。这就是至尊谷的真正力量吗？一掌败七骄，从今往后，陆家年轻一代，谁还敢与他争锋？圣子之位，非他莫属。陆兄，老夫身体有些不适，就先告辞了。还有谁？本届圣子之战，胜者陆玄通。即日起，他便是我陆家圣子，享无上权柄，受我族朝拜。圣子无双，圣子无双！陆云亭激动得浑身颤抖，南岳姿眸中含泪，妹妹喜极而泣。陆家内院尽是，哈哈哈！好，玄通，你今日可真是给为父长脸了。陆玄通淡淡一笑，瞥向戴着面具的妹妹。南岳姿轻叹上前：“夫君，有些事情是时候告诉你了。”怎么？难道玄通还有什么秘密不成？放心，你夫君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还能被吓到不成？爹，陆云亭瞬间呆滞。三代弟子柳清雪，见过家主。清雪，这些年我从未干涉你的事，但今日之事你必须慎重考虑。今日陆家圣子战，陆玄通以一己之力镇压七大天骄。哦，至尊谷那又如何？2个月后，你与他的婚约之战，你必败无疑。这怎么可能？1个月前，陆玄通还是废骨，如今却能碾压七大天骄，其中不乏他都忌惮的存在。那岂不是说，他柳清雪在陆玄通面前亦是如此不堪一击？现在我带你去陆家认个错，婚约继续，决战就不必了。我不去。突然，上空爆发巨大声响，柳家主和柳清雪飞上去。清雪，何须向他人低头？有我在，世间无人可欺你。崔圣子，如今的陆玄通早已脱胎换骨，莫说是你。崔昊天竟已触摸到无相境的门槛，半步无相境，如何？本圣子从未将陆玄通放在眼里，至尊谷又如何？在我荒古圣体面前，统统镇压。2个月后，本圣子会亲自陪着清雪前往婚约战，让陆玄通跪在清雪面前，承认自己是废物。本圣子的女人，不是他能染指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陆云亭醒了。其实，玄通本就是一对双胞胎。当年他们出生时，因某位大能暗中干预，兄妹俩被迫分离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妹妹便一直以陆玄通的身份活着，而真正的兄长则被秘密送走。如今站在你面前的，才是真正的陆玄通，你的儿子，而这位是我们的女儿。陆云亭愣住了。这些年，陆玄通天赋平平，被视为废骨。他这个父亲曾失望至极，甚至多次冷言冷语。可谁能想到，那根本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他的女儿。一个女孩以男儿身份活了40年。爹，女儿，这些年是爹对不住你。爹，您别这样，我承受不起。好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好了，如今最重要该解决一下通儿被退婚的事了。南岳姿感受着这迟来的温情，虽然圣子之战已尘埃落定，但他心中所想的却是2个月后与柳清雪的婚约之战。退婚？什么退婚？当时柳家看中了至尊谷的威势，用他们族中柳清雪与你定下娃娃亲，
但妹妹是神尊骨，威力不如至尊骨。那柳青雪转头找了崔家皇古圣体崔浩天，要与妹妹退婚。我不同意退婚。柳青雪就发出挑战，如果她打败至尊骨，就退婚。而且咱们还不能多说一句话。陆玄通先生气，后平静下来，思索。哥，你在想什么？那一战我不会出手。什么？当初柳青雪羞辱的是以陆玄通身份活着的你，这个脸面必须由你亲自找回来。不行不行，哥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柳青雪？她可是……傻丫头，有哥在，这40年的替身之苦，兄长岂能让你白受？玄通，你怎么能自挖神骨？哥，你疯了吗？快把它收回去，我不要。玄通，至尊骨天赐之物，不可轻易离体，快将它重新融合。无妨，我体内还有一块。至尊骨万中无一，有一块就是人中龙凤，未来大能可期。陆玄通竟然有2块，这实在让人想象不到。我曾被夺走一块至尊骨，却在涅槃后再度孕育出第2块，现在赠与妹妹，祝你真正崛起。哥，既如此，那便一门双至尊。女儿，从今往后，你无需再隐藏，无需再隐忍，这世间没人能再轻视你。多谢兄长，妹妹绝不会让你失望。这是传说中的顶级疗伤圣药——天血神树丹，即使在陆家宝库中，也是珍贵之极的大药。这是每人4克。玄通，这太贵重了。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请收下吧。玄通，为父感激不尽。兄长如此待我，此生我陆玄英必不负你。陆玄通，你的圣子奖励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即可前往领取。等着，我一会就去。我倒要看看这神尊陆家究竟会给圣子准备何等奖励。老子有女儿了，还有一门双至尊，爽，太爽了。这块至尊骨是你兄长心意，务必珍惜，莫要辱没威名。2个月后亲自镇压柳青雪，让他为狂妄付出代价。陆家主端坐主位，3长老复位。这次为圣子准备的可是上等魅姬。回家主，魅姬乃陆家耗费100年心血培养的绝世炉鼎，此女天生媚骨，自幼修习九转合欢诀，更以1000年雪莲淬体，绝对是上上之选。只要圣子与之双修，突破无相境指日可待。陆家主满意捋须，魅姬即为炉鼎，乃各大世家秘而不宣的底蕴，用来给家族核心人物提升实力。陆家培养的这批更是精挑细选，其中极品。很好，圣子天资卓绝，自要配最好的炉鼎。若是能借此突破无相境，家主明鉴，陆玄通圣子之事蹊跷，40年碌碌无为，被遗废骨，怎会一炷香内脱胎换骨？这背后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秘密？陆家主猛然拍案，记住，只要他体内流着我陆家的血，只要他还是我陆震天的孙子，那就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不需要任何解释。3长老跪倒在地，传本家主令，自今日起，任何人不得暗中调查圣子之事，违者家法处置。3长老连连磕头，遵命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陆玄通进入陆家后山禁地，跟随随从前来。陆玄通发现奖励居然是一座古朴中透着诡异的石门。这什么鬼啊？不会是糟老头子小心眼，拿着破东西来糊弄我吧？门开了，陆玄通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。闺房圣子奖励，就这。就在陆玄通满心不解之时，他的目光突然被密室中央的床榻吸引，那里躺着一位美到令人窒息的女子。女子苏醒，看见陆玄通的第一眼，诧异道：“是你？”岳扶摇震惊地愣在原地，这张脸他刚刚在梦境中见过，那个牵着妹妹的手，温柔浅笑的男子，那个在他前世记忆中成为妹妹夫君的人，如今竟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。你是何人？为何会在此处？岳扶摇死死盯着他，缓缓站起身。本公主倒是想问问，你又是何人？有意思。陆家圣子，陆玄通。这里是我的陆家密室，姑娘不请自来，反倒质问其主人了。岳扶摇环顾四周的诡异摆设，你别过来，本公主警告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做出傻事，我可是你的。天上一艘黑船飞过来，头顶太虚旗帜降落，一名灰白长袍老者护手走下，此人正是太虚圣地外门长老张武。陆家主带领族人上前，
恭迎张长老。张武淡淡扫了一眼，陆家主，今年的供奉准备好了吗？张长老远道而来，不如先歇息，供奉稍后再谈。不必了，本座事务繁忙，没时间耽搁。张长老，往年惯例3000万灵石早已备齐，不知3000万，陆家主莫非记错了？今年的供奉是5000万灵石。陆家族人瞬间哗然。什么？5000万？往年不都是3000万吗？为何突然增加？圣地资源紧张，如何维持威势？荒州虽大，寄予我太虚圣地的不少，5000万灵石1块都不能少。若交不出来，圣地不介意换一个听话的家族来接管你们的资源。陆家众人面色巨变。张长老，张武直接抬手打断。陆家主，本座不是在和你商量，5000万灵石1块都不能少。是，陆家遵命。张武满意点头。很好，半年内将灵石送至圣地，不得延误。踏上灵舟，灵舟飞走了。广场上一群人很沮丧。家主，难道真的要拿出5000万灵石？圣地之威，不可违逆。陆家主声音疲惫。若不交，陆家恐怕连东域都待不下去。可5000万灵石几乎是我陆家1年的收入，一旦交出，族中子弟修炼资源骤减，护族大阵难以维系，陆家必定衰败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，家族用度缩减40%，所有族人修炼资源减半，务必在半年内凑齐5000万灵石。什么？修炼资源减半？这还怎么突破境界？家主，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据我所知，太虚圣地内部出了问题，3年后可能跌落顶级圣地之位，所以他们现在急需资源，不惜压榨附属家族。我堂堂未来女帝，怎能陷入这般荒唐境地？更遑论做出逾矩之事。陆玄通本以为圣子奖励是天才地宝，却没想到竟是个美得近乎妖异的女子。即便身形狼狈，那股尊贵气韵丝毫不减。无趣。陆玄通并非沉溺美色之人，彻底没了探究兴致。陆玄通冷哼一声，走向石墙，试图推开离开，但推不动。阵法竟是需无相境修为才能推动的禁制。所谓的圣子奖励，难道是要与这女子一同破除禁制，借由某种共鸣冲击无相境？年纪轻轻生得这般自如，何必自甘堕落，卷入这等阿杂圈套？我的事与你无关。哟，还挺有脾气，能被选来当奖励的，倒是和旁人不一样。陆玄通不再理会岳扶摇，找了个角落坐下。可下一秒，猛然睁眼，陆玄通瞬间觉察到体内气血翻涌，一股异样燥热从丹田升起，蔓延4肢百骸。糟了，这密室之中竟布有催发内息紊乱的迷阵。岳扶摇的脸颊也渐渐泛红。然而越是强行压制，那股灼热感便越是肆虐，烧得他神志渐渐昏沉，重伤未愈，根本无力抵挡。奇怪，为何越是压制，这灼热便越猛烈？都快烧得老娘神志不清了。陆玄通虽也糟糕，但多了一分清醒。这迷阵需2人合力才能破解，与其各自硬扛，不如暂且联手。他本就是为奖励而来，配合破解阵法，理所当然。陆玄通缓缓站起身，一步步逼近岳扶摇。陆玄通，我警告你，别过来。如今这情形，你以为我想过来？迷阵威力已感受到了，单凭一人无法抵挡，唯有联手才能破解。哦，放开我！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，想要活下去，就乖乖配合我，一起破解这迷阵。圣子大人，这就撑不住了。方才破解迷阵时的底气呢？陆玄通闻言，眼神一沉，再次将他压入警备。迷阵药效消散，2人理智回笼，密室中的氛围骤然变得尴尬起来。臭男人，别碰我！方才破解迷阵时，是谁主动靠近寻求配合的？现在倒好，转头就装清高了。昨晚破解迷阵，岳扶摇吸纳了部分元气，缓解自身重伤颓势。在他的梦境域之中，陆玄通是妹妹道侣，若今日之事暴露，不知会掀起何等风波。陆玄通，今日之事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日后相见，各走各路，莫要再提，更不许攀扯任何关系。今日借你元气疗伤，我会补偿你。你想要什么修炼资源，只要我能办到，都可以满足你。好啊，那我要
天血神树丹、轮回引魂丹、九转玄魄玉、太虚造化果，这些你有吗？呵，这些都是传说中的至宝，你自己都未必拥有，倒敢来向我索要。当然有。竟会吹牛。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也无用，你根本给不起。放心，我说话算话，今日的补偿，日后定会赠你，但你必须记住，今日密室之事从未发生过。岳扶摇是未来的帝女，注定凌驾众生，在她眼中，世间男子多为蝼蚁，她的心从未为任何男子动摇过半分。记住，未来的我绝非你能高攀的存在。好，我记住了。闭眼，我送你一件东西，全当今日的暂代补偿。按住香后，洞府内寂静无声。倒是小瞧了他的本事，竟能独自破开迷阵缺口离开。既然他把我丢在这儿，那便好好利用机会修炼。他闭目凝神，开始全力炼化体内元气，决心借此契机冲击无相境。待我破境而出之时，今日被他戏耍的账，再慢慢跟他算。几日后还要与崔家的约阵，必须尽快突破无相境，才能给妹妹撑腰。太行山巅，人山人海。陆玄通再如何，也是我陆家之人，外人若敢欺辱我陆家子弟，必当一致对外。而另一边，柳家与崔家子弟则抱团而立。哼，陆家如今也就只能逞口舌之力了。至尊谷不过是个笑话罢了，在我崔家荒古圣体面前，不堪一击。就是，今日过后，陆家怕是要彻底沦为东域笑柄了。众人哄笑，陆家人脸色阴沉。突然，一个女人骑着鸟飞过来，青鸾背上，柳青雪一袭青衣，俯瞰着众人，上古青鸾，这竟是3阶灵禽，实力堪比人族无相境强者。天啊，柳青雪竟能驾驭此等神禽，她究竟得到了何等机缘？柳家与崔家子弟更是面露得意之色。这青鸾乃是崔昊天师兄亲自出手，为青雪师姐降服的坐骑，上古血脉，手到擒来。今日便让所有人看看何为云泥之别。陆玄通，你莫不是怕了，不敢与我一战？滚出来！几乎同一时间，一道金色光柱突然从山巅冲起，金光中，陆玄通妹妹走出。柳青雪他日之辱，今日我要你100倍奉还，还不认错求饶？柳青雪震惊，家主说的果然没错，短短数月，陆玄通竟已脱胎换骨。柳青雪心中突然发慌，此刻的陆玄通气息强大。柳青雪笑了，陆玄通，你也不过如此，竟然徒步而行。这一声提名自带灵压，足以让寻常修士心神不宁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崔昊天给我的礼物。你呢？你有什么？跟你有过婚约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。就是一个废物至尊骨，也配与荒古圣体相提并论。青雪师姐如今有青鸾相伴，未来注定翱翔9天。你陆玄通算什么？休要胡言！玄通刚刚出关，若有时间，随手收服一只太古灵禽，又有何难？废话很多，战不战？既然你这么急着认输，那我成全你。黄级功法，万里冰封。快退！这寒意连灵力都能冻结，这就是冰魄圣体的威能吗？太可怕了！陆玄通怎么还不动？难道被这寒气震慑住了？这点寒意，连圣子当初一掌的余威都比不上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黄级功法，大荒求天指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功法？竟如此霸道！陆玄通竟然仅凭一指就破开了柳青雪的万里冰封。是那一招，依旧是熟悉的招式，果然还是那般威力惊人。奇怪，圣子的气息似乎和以往有些不同。青鸾，给我击退他！区灵禽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至尊骨的力量在妹妹体内彻底爆发，气息节节攀升。圣级功法，
天雷击灭掌。这怎么可能？青鸾，那可是3阶上古灵禽啊，竟被一掌击退。陆玄通，他何时变得如此恐怖？你以为你真的有资格嫁给陆玄通？若不是父母之命，你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。等我夫君来了，看你如何收场。就你有夫君，我没有兄长，愚昧！小小陆玄通也敢羞辱本尊的女人，好大的胆子！今日本尊要让你认清楚，谁才是东域第一天骄。柳清雪，你败了。陆玄通，陆玄通，陆玄通，哈哈哈，痛快！这才是至尊谷真正的威力。这种女人也配让我陆家天骄惦记？呸！至尊谷果然名不虚传。刘老兄莫慌，昊天还未出手。陆玄通再强，终究只是一个人，而昊天代表的可是整个太虚圣地的意志。柳青心中安定下来，居然是休书2字，最后还贴心写上了落款。陆玄通，全场哗然。你竟敢休我！就你这种货色，也配嫁入陆家？痴心妄想！今日休书一封，从此之后，你想嫁给谁，都与我陆玄通无关。你敢打我？陆玄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恐怖威压如潮水般席卷而来，陆家阵营顿时人仰马翻。这就是无相境的实力吗？荒古圣体果然名不虚传。昊天，陆玄通他欺负我，你要为人家做主啊！陆玄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陆玄英面无表情，甚至有点想笑。太弱了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神尊世家的圣子，在我眼中连蝼蚁都不如。崔昊天伸出手指，天上也出现暗金色巨指。玄通莫怕，我们来助你。巨指按下，几个陆家人招架不住，娇小找死。下一秒，一股浩瀚如渊的气息自陆玄通体内爆发。终于，他炼化了体内的极阴之力，成就了无相境。这就是无相境的力量。神照境与无相境，果然，这次双修带来的好处倒是远超预期。恭喜宿主刷新签到地底，下一个太行山。地级血脉，世间天赋血脉分5等，若能签到不死不灭，很好。崔家的荒古圣体，是时候让世人知道，谁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天骄。昊天圣子无敌，区区陆家也敢与我崔家争锋，不自量力！荒古圣体，这才是真正的地级血脉。不愧是昊天陆家这群废物，果然不堪一击。崔家主所言极是，昊天圣子天纵之子，未来必成神尊，甚至有望冲击圣人境。陆玄通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跪地求饶，我可饶你。放肆！柳清雪，你找死！陆承前偷袭柳清雪，区区圣级血脉也敢猖狂！圣级功法八荒灭世指，指出八荒，天地俱灭，不也就该有蝼蚁的觉悟？混蛋！我要你付出代价！就你也配？陆玄通，妹，快被压到跪地！至尊谷又如何？本尊统统镇压！哥，我想你。讥笑声再次响起。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陆玄通雄浑的声音震得在场所有人灵魂战栗。那怎么可能？2个陆玄通，陆家众人更是震撼。空，他到底是谁？陆玄通喊他哥，难道是？妹妹，我来了。哥，他们都欺负我。放心，今日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陆玄英重重的点头，眼中泪光闪烁，终于露出一抹笑容。趁着今日，向世人宣告你的名字。从此，你不再是陆玄通，而是天之娇女。无名陆玄英，神尊陆家陆云婷之女，兄长陆玄通。胜负尚未可知，就算都是至尊谷又如何？蝼蚁终究是蝼蚁。崔兄所言极是，家主，这小子哪来的野种，竟敢冒充我族圣子？蠢货，给老子滚去面壁思过！老子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儿子？拉低整个陆家智商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至尊谷终究不如荒古圣体，一个打不过我，一双也打不过。陆玄通，你以为凭你一人就能扭转乾坤？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废物就是废物，再来10个8个也改变不了。众人望向陆玄通，陆家众人也望向陆玄通。
陆玄通将陆玄英拉到身后。玄英，你先退下，兄长来收拾这对恶男人。哥哥小心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赢。昊天救我！柳青雪躲到崔昊天身后，浑身颤抖，当着我的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崔昊天身上毛暗金光芒，两拳相撞，地面塌陷，碎石冲天。陆玄通体内至尊骨苏醒，金光爆发，威压如海啸般碾压。崔昊天猝不及防，竟被这一拳轰得倒飞而出。崔昊天撞碎3座山峰，嵌入100丈外的山体中，太行山脉剧烈震颤，观众一片寂静。一拳，这才是真正的至尊骨。柳家面如死灰，崔家子弟像死了爸爸妈妈一样。现在该你了。你不能杀我，我可是你的未婚妻。你已经被我妹妹休了。不算数，我不同意，婚约还在。你若杀我，就是弑妻，东域会唾弃你，你将会遗臭万年。关我屁事。不过，你若能接下我这招，便饶你一命。果然还是舍不得杀老娘吧？喜欢老娘就直说。柳青雪没说完就惊恐抬头，看到了在她头上的巨大金色手指。大求天指。不要！我怎么能死？我怎么能死在这里？我可是未来东域第一人的未婚妻啊！突然，崔昊天那里爆发通天金光，等于这就是荒古圣体第一形态——荒古神躯。不玄通八荒灭世玄，陆玄通身上遍布全是拳印和鲜血，陆家众人脸色瞬间惨白。难道至尊骨终究不敌荒古圣体？哈哈哈！昊天圣子无敌，什么至尊骨，在荒古圣体面前不堪一击。从今往后，东域以我崔家为尊。陆玄通不过如此，就这点本事也敢挑衅昊天圣子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陆无尘不解，圣子怎么会败？很简单，那崔昊天不讲武德，一上来就动用荒古形态。若圣子同样开启至尊骨的最强状态，此言一出，陆家众人顿时恍然大悟。至尊骨作为地级血脉，怎么可能没有终极形态？陆玄通之所以落在下风，这是因为他尚未全力出手。爹，咱家圣子好像打不过啊。玄通尚未施展全力，你就敢妄言败局？老子让你来助威，不是让你来动摇军心的。爹，我知道错了。陆震天又扇了他一巴掌。爹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工作的时候要趁职务，叫家主都给老子看好了，真正的至尊骨究竟有多恐怖。战场中央的陆玄通金光暴涨。陆玄通，你活该，还敢杀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在昊天面前，你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本尊给过你机会了，为何不珍惜？老子只是平 A， 你直接放大招，还有脸吗？尽管狼狈，陆玄通却已摸清崔昊天实力。同为无相境，地级血脉，仅凭至尊骨难分胜负。然而，他拥有的不止一道地级血脉。就在此刻，陆玄通体内轰然爆发出一股恐怖数倍的气息，所有人抬头望向陆玄通，他背后再度浮现一道金色光环，全场轰然沸腾。两道地级血脉，陆玄通竟然身负2道地级血脉，疯了吧？这世上怎会有如此逆天的存在？圣子竟然有2道地级血脉，我们这辈子怕是连他的背影都看不到了。这就是我的兄长，强到没有底线，强到令人绝望。 2道地级血脉，这是他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存在。可他竟然亲手推开了这样的男人。崔昊天浑身颤抖，内心被前所未有的恐惧吞噬，第一次感受到绝望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陆玄通，求求你放过我，看在我们曾经是未婚夫妻的份上，饶我一命。我愿意做你的女人，我愿意一辈子侍奉你。求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意已决，既然你没有遗言，那就死吧。陆玄通指尖凝聚金光。不，陆玄通，你竟敢杀我爱妻，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也配？崔昊天被突然出现的金色巨指压得跪下。陆玄通，杀了我，你会后悔的。不杀你，我才会后悔。柳青雪在金芒中化作飞灰，
天哥，该你了。清雪，我的清雪啊，陆玄通，我柳家与你不共戴天。柳兄，冷静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柳青看向山巅对峙的两人，与此同时，陆家大殿内已然沸腾。圣子竟然身怀2道地级血脉，这简直逆天啊！哈哈哈，这才是我陆家圣子。什么崔浩天，在圣子面前都是土鸡瓦狗。那贱人死得好，敢抛弃圣子，他算什么东西？2道地级血脉，爽，太爽了！我陆家竟有如此天骄。无双，你朝我打一拳。家主，您说真的？他给你机会不中用啊！那我真打了。爹，一路走好。陆无双拳头轰向陆震天。爹，您老人家真是英明神武。同为陆家子孙，差距为何如此之大？不过杀了柳清雪，接下来陆家怕是有一场恶战。为大小姐报仇，杀！陆玄通一瞥，柳家子弟和崔家子弟跪倒在地，七窍喷血。哈哈哈，好一个风水轮流转！方才不是嚣张的很吗？现在怎么都跪下了？圣子威武，一道金色光柱冲天，崔浩天挣脱威压。陆玄通，你竟敢杀我爱妻，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啊，什么后果？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你。就凭你吹牛逼呢？双帝血脉又如何？我荒古圣体今日就要以1敌2，更何况我还有太古凶兽助阵，血域灵师现3阶太古凶兽，血域灵师陆玄通，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天威难犯。我去牵制那头畜生，圣子必须专心对付崔浩天，绝不能分心。你疯了？那可是3阶太古凶兽，以你现在的境界，冲上去必死无疑。一起出手，哪怕只能拦住半炷香，哪怕生死道消，也要为圣子争取时间。战！退下吧，退得越远越好。圣子，我们可以一战。谁说我没有战场？接下来他的登场可能会波及整座太行山，你们离得越远越好。陆家人跑了，被昊天圣子的血域灵师吓破胆了吧？果然是一群废物。战宠对战宠很公平，既然你想斗，我陪你斗。流萤天道主，崔昊天不安。太古神黄凤，给本尊现。然而仅仅一瞬之后，那股气息如潮水般退去，天地间毫无动静。对不起，主人，灵儿正在闭关，接受族中传承，暂时无法现身。主人若需要灵儿，灵儿现在就破关而出。不可，你安心修炼，待你真正蜕变，才能真正护我出去。灵儿一定尽快变强，绝不让主人失望。陆玄通再度睁眼，太行山之巅，崔柳子弟开始嘲笑，哈哈哈，装模作样半天，结果连根毛都没召唤出来，笑死人了。还太古神兽，吹牛也不怕闪了舌头。陆玄通，没有太古神兽，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既然太古神黄凤暂时无法降临，那便换一件宝物陪你玩。一卷轴凭空浮现展开，从中跳出一个水墨狮子。这是太极图？怎么可能？水墨狮扑杀而出，3阶太古凶兽命运当场。顿时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。杀鸡焉用牛刀，你也配？我用太古神兽杀你，那你也太爽啊！陆玄通，我要你死！顷刻间，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，荒古圣体的金色符文疯狂闪烁，开始燃烧本源精血。荒古形态第2重开，双帝血脉又如何？我今日必镇压你！狂妄！天雷寂灭掌，万古神魔拳。现在你还有什么遗言？你不能杀我，也不敢杀我。别忘了，我可是太虚圣地的亲传弟子，你敢吗？等你到了地狱，就知道老子敢不敢。乖乖上路吧，荒古圣体，大荒求天
旨。陆玄通，你可知我是什么身份？就算神尊境强者，在太虚圣地面前，也不过是看门狗。而我是太虚圣地三长老的亲传弟子，敢动我一根手指，太虚圣地的怒火会让你陆家鸡犬不留。没错。金色巨指继续压下，天地颤动。你敢？不，住手！我师父是……突然，虚空被撕裂，出来一个白袍人挡住巨指，转身向崔浩天下跪。太虚圣地白袍护道人狂奴拜见主人。全场如遭雷击，原来崔浩天已通过圣地考核，获得了白袍护道人的庇护。该死，他竟然真的通过了太虚圣地的考核，现在已经不能杀他了。若真动手，便是与太虚圣地为敌，届时整个陆家都将灰飞烟灭。就差一点，刚才若再快一步，就能彻底斩杀他。太虚圣地，荒州真正的庞然大物，任何势力胆敢斩杀圣地核心弟子，必将迎来不死不休的报复。狂奴，我命令你杀了他！所有陆家子弟听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圣子。他是我陆家崛起的希望，绝不容有失。他们修为各异，最强者不过无相境，最弱者才堪堪踏入天火境。面对神尊强者，他们比蝼蚁还要脆弱。但此刻，他们眼中没有丝毫畏惧，只有视死如归的决绝。誓死保护圣子，我等性命不足惜，圣子绝不能死。为了陆家荣耀，圣子快走，我等拼死也会拖住他。想杀我哥，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白袍护道人抬头锁定陆玄通，狂奴，你在等什么？给我杀了他！主人，恕难从命，护道者只会在您性命受到威胁时出手，这是太虚圣地的铁律。你敢？您与陆玄通的恩怨需自行解决。好，很好。狂奴，你究竟要怎样才肯出手？除非有人胆敢在吾面前伤害主人，如此方符合太虚圣地的护道规则。陆玄通，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来啊！怎么，堂堂陆家圣子，双帝血脉的拥有者，就这点胆量？你果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太极图现死！狂奴出手相救，却被太极龙锁链缠住。不啊！装你马呢？有本事再装一下，老子让你全家飞起来！他本以为有狂奴庇佑，陆玄通绝不敢再动崔浩天分毫。可下一瞬，血光迸溅，崔浩天整条右臂齐肩而断。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！他本该愤怒，此刻看着崔浩天的狼狈哀嚎，心中竟诡异的升起一丝快意。既然无法挽回，那不如一起死。陆家所有核心弟子立刻集结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护住玄通。那镇压天地的太极图已然展开，竟将神尊境的狂奴生生禁锢。这太疯狂了！今日怕是要埋骨于此了。那便埋骨于此，只要圣子活着，他日定会为我等报仇。待他走，承前天赋仅次于圣子，必须保住陆家火种。他们知道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真正的神尊之怒，一条手臂换陆玄通一条命，值了！狂奴，现在给我杀了他，把他碎尸万段！你该死！结阵！300陆家子弟如遭天倾，膝盖轰然砸进地面，骨骼爆裂。神尊之威镇压万灵，他们连一个呼吸都未能撑住，便已七窍一血。烈日焚天！陆玄通，死吧！老狗，想杀我，也得崩掉你几颗眼。这是……老者手掌一挥，火海熄灭，狂怒被拍到了地上。怎么回事？这老东西是谁？这老者究竟是何方神人？竟看不透身形。哪儿来的老东西？我是太虚圣地护道人，气吞3万里，剑出斩星辰。您是贝剑阁阁主？贝剑阁阁主，那是站在荒州巅峰的巨部之一。哦，没想到还有人记得老夫名号，不错。阁主大人，此子斩我太虚圣地亲传弟子一臂，按圣地规矩，属下必须将其诛杀，以正威名。哦，可若是老夫偏不让呢？难道你还想对老夫动手不成？属下不敢，只是还请阁主尊重太虚圣地铁律，
聒噪，老夫不想说第二遍。此子我保了，你若想杀他，先打赢老夫。阁主大人，晚辈崔浩天，乃太虚圣地亲传弟子，此子屡次辱我圣地，若就此放过，我太虚颜面何存？亲传弟子，呵，有点实力，但不多。老夫今日心情尚可，便给你一次说话的机会。前辈，还请看在我师尊面子上，莫要阻拦。子仇不共戴天，今日我与他只能活一个。看来是老夫沉寂太久了，连一个小小的亲传弟子都敢不把老夫放在眼里。太虚圣地亲传弟子没有几十个，也有上百个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想跟老夫谈条件，让你师尊亲自来。阁主恕罪，是属下僭越了。太虚圣地第三封封主厉苍天降临，徒儿崔浩天拜见师尊。狂奴拜见主人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主人责罚。厉苍天目光微垂，扫了一眼跪伏的崔浩天，心中闪过一丝冷意。老鬼，你竟然舍得出来？怎么，老夫出来透口气，还得先向你们报备？老鬼说笑了，本座哪有资格管你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两位荒州巅峰绝世人物同时现身，气场交锋。这小子，我保了，你那徒弟技不如人，怨不得谁。此事就此作罢，如何？师尊，绝不能答应。好，但此次过后，本座不欠你的，从此两清。可以。昊天，回山之后，为师自会补偿你。若想杀他，日后还有机会。陆玄通，今日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必杀你。再废话，信不信老子抽你？好。昊天，你若跟他走得太近，是会死的。记住本座给你的忠告。太行山顶一片狼藉，太虚圣地亲传弟子，此刻竟如丧家之犬般仓皇逃离。痛快，真是痛快。这位前辈究竟为何出手相助？前辈，今日多亏您出手，否则我陆家……废话少说，借你们圣子一用，半炷香后归还。醒了。多谢前辈今日出手相救，此恩晚辈铭记于心。若非沈苍明横空出世，此刻的陆玄通恐怕早已在狂奴的烈日焚天之下灰飞烟灭。这份恩情恩重如山。无妨，小事一桩。不过老夫救你也是有私心的。果然，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前辈但说无妨，若晚辈力所能及，定当竭尽全力。做我徒弟，拜我为师，如何？就这么简单。只要你点头，老夫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功法、资源、神兵，甚至庇护你身后的陆家。若你成为我的弟子，太虚圣地便再不能以大欺小。崔浩天今日虽狼狈退走，但以他的性格，必定会卷土重来。而太虚圣地也绝不会容忍一个斩其亲传弟子一臂的外人逍遥自在。靠山，现在的他的确需要一座靠山。好，我答应。爽快。不过老夫对你有一个要求，3年之内突破神尊，若做不到，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个字：死。3年内若未踏入神尊之境，便是死。完了，难道我被老头子做局了？当然，选择权在你手中，你可以不答应。今日之事就此作罢，老夫绝不强求。拒绝。陆家将独自面对太虚圣地的滔天怒火，没有沈苍明的庇护，陆家必亡。可若答应，3年神尊实在像是在开玩笑。我身负外挂，机缘加身，岂会畏惧区区神尊之境？徒弟陆玄通，拜见师尊。好，好，好！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沈苍明唯一的关门弟子。荒州境内无人敢以大欺小。若太虚圣地那群老东西敢动你，老夫一剑斩了他们。拿着。陆玄通神识一扫，顿时心头一震，戒指内灵石堆积如山，天材地宝光华流转，神兵利器锋芒毕露，足以支撑一个神尊家族100年消耗。多谢师尊。一本漆黑有龙吟，一本赤红有火焰燃。太虚古龙经九转混沌诀，这气息竟比目前所修最强圣级功法还要恐怖数倍。仅仅是观望，便让陆玄通体内灵力沸腾，仿佛要破体而出。
这2本皆是地级功法，太虚古龙经修至大成，可化太古龙魂，肉身成圣，九转混沌诀，九转圆满，可掌混沌之力，破碎虚空。现在选一本吧。师尊，能不能全都要？你小子可知地级功法究竟有多难修炼？寻常修士终其一生能参透一本已是极限，你竟想同时修炼2本，贪多嚼不烂，小心撑爆你的丹田。师尊，弟子并非狂妄自大，只是这2本功法，一本可助弟子自身突破，另一本或许能提升陆家整体实力，弟子恳请师尊成全。这小子摆明了是要薅秃老子这把老骨头啊！罢了罢了，拿走吧，就当为师给你的拜师礼。不过若因贪多导致根基不稳，3年后未能突破神尊，老夫也救不了你。多谢师尊。有了这2本地级功法，莫说3年神尊，便是大帝之境，他也敢搏上一搏。师尊，您说的3年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为何我3年没有突破神尊，必死无疑？你可曾听闻3年之约？陆玄通表情凝固，议事大殿内数十名陆家核心弟子面色苍白，垂手而坐。家主，大侄儿他该不会被那位前辈给……闭嘴！再敢胡言乱语，老夫先废了你！突然，空间中破开一道口子，陆玄通出现。玄儿哥，娘，小妹，我没事，诸位放心。那位前辈并未为难于我，相反，我已拜他为师。从今往后，太虚圣地不敢再明目张胆对我陆家出手。殿内瞬间沸腾，所有人狂喜。太好了，天佑我陆家啊！有前辈撑腰，我们还怕什么崔家？好，好，不愧是我陆家儿郎，那崔浩天算什么东西？也配与我孙儿相提并论。从今往后，我看谁还敢说我陆家无人。不过，崔家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必须尽快提升家族实力，以应对接下来的家族之战。玄通说得对，崔家底蕴深厚，又有柳家相助，我陆家必须变强。传我命令，即日起，家族资源重新分配，所有年轻一代弟子修炼资源削减70%，剩余资源全部集中供给核心弟子和长老。满堂寂静。家主，我们愿意。陆震天眼睛红了，一枚空间戒指被陆玄通抛在桌上，突然灵石堆积如山，天材地宝、高阶丹药出现在大堂里。这是师尊给的见面礼。从今日起，这些资源全部分配给家族弟子。陆玄通指尖轻点，一枚丹纹如龙的丹药浮现，这是圣级丹药造化破境丹，可助家主突破造化境。玄通，爷爷这辈子值了。又取出一玉瓶，瓶中赤红如血的液体翻滚，龙影游动，正是炼狱龙血。此物可改善修士根骨，打破天赋桎梏。陆玄通走到陆玄英面前，取出一枚空间戒指，给你的。戒指内有堆积如山的珍稀资源，更有一卷散发混沌气息的古籍《九转混沌诀》。虽然是残缺版，那也是地级功法。哥，这……好好修炼。陆玄英眼眶微红，握紧戒指，重重点头。叮！恭喜宿主触发签到地点昆仑山，签到奖励悟性暴涨加完整版太虚古龙经。诸位，我需闭关修炼一段时间，陆家之事就暂时拜托各位了。放心去吧，有老夫在，陆家还到不了。陆玄通化作流光飞向昆仑山。数日后，陆玄通抵达荒州顶级秘境昆仑山，这里灵气如潮，天才地宝无数，却也盘踞着凶残大妖，杀机四伏。时间紧迫，崔家随时可能发难。若我不能尽快提升实力，陆家必将万劫不复。魅姬，此刻的魅姬并非独自一人，岳扶摇何必如此拼命？与我双修，我助你突破道宫，如何？老娘最恨双修之法，
即便他能快速提升修为，张师弟请自重。岳师妹，师兄我身怀极阳之体，乃是天生的双修炉鼎，多少人求我，我都不屑一顾。如今主动给你机会，你可不要不识好歹。就是想跟张师兄双修的女子，从太虚圣地排到青州都不止。岳师妹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没错，只要你跟了张师兄，日后修炼资源、丹药功法，还不是应有尽有。张师兄的兄长可是第一代亲传弟子，他一句话就能让你平步青云，也能让你寸步难行。滚！是谁？暴露了，这女人鼻子也太灵了。哼，好热闹啊！我靠，这人竟然比张师兄还帅。陆玄通气息内敛，却又隐隐透着威压，这人不简单。张风瑶，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他便是我的双修道侣。小子，何方道友，报上名来。东域神尊崔家，崔浩天。神尊崔家，什么不入流的家族，也配得上岳扶摇仙子？崔浩天，听都没听过，区东域小族也敢染指岳仙子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神尊家族，那不是路边一条吗？陆玄通面无表情，岳扶摇生气看向他。崔浩天，本公子命令你，现在立刻跟岳仙子解除道侣关系，他只能是本公子的。蹲！我若是不答应，不答应，你若不听话，本公子就杀了你。有本事就杀了我，来看看是谁先死。区无相敬，也敢在本公子面前放肆？本公子可是地级血脉，你拿什么斗？陆玄通竟然是双地级血脉，这怎么可能？尼玛，一个神尊家族的子孙，竟然是双地血脉，这他妈是什么逆天的存在？你想玩，我陪你玩。道友，误会，此事大荒求天旨。你竟然杀了他，你可知道他是谁？关我屁事！刚才你说我是你道侣，老子现在火气很大，给你夫君消消火。陆玄通，我是要你血债血偿。昊天，陆家小儿陆玄通，爷爷发誓，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爷爷，孙儿已是废人，还谈什么报仇？不，还有机会。这位是青狼大人。飞袍人微微颔首，目光如深渊般难以揣测。见过前辈。不错，心智坚韧，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。什么意思？飞袍下伸出手，掌心悬浮着一枚血色玉简。加入我们，你将获得想要的一切，包括重铸身体的机会。只要前辈能助我恢复，晚辈愿效犬马之劳。青狼取出金色盒子，这是龙首。此物乃从一条成年青龙身上斩下，不仅能让你断臂重生，更能让你融合青龙血脉，体魄蜕变，潜力暴涨，甚至能让你拥有龙之力。前辈大恩，昊天永世难忘。从今往后，昊天愿为前辈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此话当真，正一族什么都愿意，哪怕是背叛太虚圣地。前辈放心，从今日起，我崔昊天便是您埋藏在太虚圣地的一枚棋子，只要前辈一句话，万死不辞。主人，属下突然想起家中奶奶明日大婚，还望准嫁几日。狂奴正欲离去，青狼见势，轻轻张手。你的第一个任务是杀了陆玄通，将他的尸体带流亡。覆灭陆家之事，本座亦会出手，届时自会有帮手降临，务必斩尽杀绝。跟崔家那帮畜生拼了！陆家战场战火弥漫，残垣断壁。绝境之时，陆家圣子陆玄通金光降临。陆玄通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是来送死的吗？既然敢来，那就彻底葬身于此吧。圣子，快走！不要管我们。陆家可以亡，但您不能死。就凭你们，也配让我逃？玄通，快走啊！快去掩护玄通离开，我这把老骨头没用了。父亲，不下他。这是陆玄通，
你终于敢现身了！今日我必拿你祭天，所有人不得插手。刹那间，崔浩天气息疯狂攀升，竟直接冲破桎梏，踏入道宫境。陆玄通，今日我要让你死无全尸！崔浩天一手龙爪，一手金拳，杀向陆玄通。完了，圣子危险了！崔浩天竟强到这种地步。就这，退灵焚血，逆灵生，九霄雷击，一点玄心春日月，太虚深处见真形。他身后浮现龙影，崔浩天僵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该死，给我动啊！源自血脉深处的压制愈发强烈，他双腿发软，就差一点跪了下去。陆玄通抬眸，瞳孔化作淡金色树瞳。崔浩天，炼化了这法就能与我共舞。陆玄通周身龙气翻涌，背后浮现太虚，真正的太古神兽，万灵之尊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力量？只有废物才需要会，而王只需要跟随我们。地级功法，真的是地级功法，不愧是少主钦点的猎物。双地血脉至尊骨，如今又多了一门地级功法，若练成尸魁，少主实力必将暴涨。飞袍袖中凝聚尸气，准备出手。瓜奏，大人，赤阴宗的规矩你忘了？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可亲自出手。是，属下知错，必须借刀杀人。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难以置信。崔家第一天骄竟像一条狗一样跪下，这怎么可能？昊天大人竟然……圣子威武，圣子第一次带给我们惊喜。不，我不信。崔昊天体内的龙血被死死压制。陆玄通，我要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龙威之下，崔昊天体内清明血脉暴走反噬。啊！不，我的手臂，我的力量！灭！崔昊天化作一滩烂泥。陆玄通，还请前辈出手斩杀此子。幽冥魔虎冲向陆玄通，玄通已在其头顶。太古凶兽，本尊若召唤弑者，尔等皆要跪地求饶。就凭你能召唤比本君还厉害的凶兽，当初在太行山就装过一次，事到如今还要吹牛？太古神皇凤给本尊献，太古神皇凤献。苍穹瞬间被撕开一道裂缝，恐怖气息弥漫。幽冥魔虎被震慑，凶悍兽瞳流露畏惧。又来这一套！上次在太行山，他喊了半天，连根鸟毛都没见着。陆玄通黔驴技穷了吗？同样的把戏，玩2次不嫌丢人，装神弄鬼找死！幽冥魔虎猛然跃起，直扑陆玄通。一道清脆的颤鸣声骤然响起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上次明明……太古神皇凤夏灵儿浴火而生。现在，诸位可以安心了。怎么可能？他竟能召唤太古神兽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不对，只要我能活下去，就还有机会。夏灵儿凤眸一凝，火焰席卷，封锁退路。想逃？太古神兽陆玄通竟能召唤太古神皇凤，难怪少主会选中。黑袍长老看到了最完美的傀儡材料。大人，若此次成功，少主的赏赐怕是能让我等直接晋升。红袍之位才是真正的权势。紫袍长老抬手，一柄漆黑如墨的长弓缓缓拉开弓弦射箭。下一秒，箭矢贯穿了陆玄通的眉心，陆玄通瞳孔涣散，从天上跌落。刚刚还威压八荒的陆家圣子，顷刻间生机断绝。玄通，天道共生契约，同生共死。陆玄通陨落，夏灵儿的生命也随之终结。玄通，保护圣子！谁敢杀我族圣子？我靠！滚出来！畜生！老子与你不共戴天！快，云挺天血神树丹。不，是谁？滚出来！阴冷的笑声响起，虚空扭曲，一黑袍一紫袍2道身影缓缓浮现。
找死！黑袍，拦住他！紫袍人瞬息来到陆玄通尸身前，将陆家众人尽数震飞。他缓缓伸手，真的太完美了。赤阴宗要的就是这具蕴含双帝血脉至尊骨的绝世肉身。赤阴宗的狗东西竟敢杀老夫徒儿！沈苍明，你竟然还没死！原来如此，陆玄通是你的徒弟。你杀了他，今日你们都得死。若是以前的你，杀我轻而易举，但现在你还有多少寿命？境界已跌落至运解境，如何跟我斗？巅峰时期的沈苍明，10个紫袍也打不过。但因当年就是他实力暴跌，命不久矣。红镜之下，紫袍无需畏惧。剑来！沈苍明，我赤阴宗念你是条汉子，当年之事，我总遗感遗憾。必能挽回一切。可以，不过得先杀了你，为我徒儿祭天。意见斩运劫，赤阴宗2大长老尽语于此。可沈苍明心中并无半分快意。血仇已报，可人死不能复生，亦为护道，亦为赎罪。光阴似箭，半载转瞬即逝。陆家祖地最高的山巅上多了一座新坟，墓碑以万年玄玉雕琢，上刻陆玄通之墓。玄通，娘亲来看你了。他恨自己为什么还活着，而哥哥却长眠于此。这一切都是哥哥用命换来的。哥，玄音，好想你。玄通，娘亲来看你了。哥，玄音，真的好想你。陆玄通，你怎么可能就这样死了？这半年来，为了替陆玄通保密，他躲避太虚圣地和张家的追捕，受尽磨难。如今他已躲不过去了。我这是死了还是活着？这是灵魂。丁，宿主死亡瞬间触发地级血脉不死不灭特性。灵魂未散，肉身虽毁，但血脉之力仍在缓慢修复躯体。只要灵魂尚存，哪怕仅剩一滴血、一块骨，亦可涅槃重生。原来这才是另一道地级血脉的真正力量。我需要多久才能完全复活？当前环境灵气浓度中等，肉身重塑进度3%，预计完全恢复时间2年。张逍遥已经向我师尊提亲了。张逍遥，2年，我只有2年时间，我必须争分夺秒，在破土而出的那一刻，保护我的女人。陆玄通，你是我岳扶摇2世以来唯一的男人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魂，哪怕只有一线生机，我也不会放弃。等着我的好消息。半年过去，陆玄通的灵魂依旧被困在坟中。来祭拜的陆家子弟中最勤的竟是陆承前，他被陆玄英用神药救回，却修为尽废，苍老如老叟。陆玄通，如你这样的天骄不该死去，偏偏我这种废物又活着。你死后，夏灵儿也死了。夏灵儿的母亲，一位太古神黄凤一族的强者带走了她的尸身，他只留下一句话：从今日起，太古神黄凤一族与陆家再无瓜葛。陆玄通的魂魄无形的拳头紧握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神族天骄张逍遥正是向太虚圣地岳扶摇仙子提亲。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张逍遥何等人物，竟对一个落魄公主如此痴情，实在难得。各位可知，那岳扶摇仙子根本不愿嫁，她刺伤护道者，意图逃婚。满堂哗然，众人交头接耳。什么？逃婚？那所谓的知情，竟是一场逼婚。陆玄通虽身在坟冢，但通过旁人的议论，他的意识仿佛穿透了万里空间，看到了被软禁在锁月阁的岳扶摇。他能感受到他的绝望与不甘。扶摇，等我。待张逍遥从九幽秘境归来，完成传承，他们要把这场婚礼办得举世瞩目，要让岳扶摇在天下人面前彻底沦为张家的所有物。这根本就是羞辱！张家，张逍遥，待我归来，必将尔等挫骨扬灰。沈苍明思绪飘回了1000年前，他曾是威震荒州的强者，如今却只剩无尽的凄凉。到头来，
竟是一场空。当时沈苍明还是个无名小卒，与青梅竹马的素儿情愫暗生。他天赋觉醒，拜入太虚圣地，以为一切即将圆满。命运弄人，素儿被神族少爷看中，强行纳为妾室，不足半年便不堪折磨，自绝于世。我恨自己当初为何不早些娶她。后来他修为大成，与那神族仇家厮杀数百年，难分胜负，最终立下约定，让各自的传人决一死战。可现在他最得意的弟子陆玄通也死了。素儿，我终究还是没能带你回家。他的体内囚禁着一头洪荒级凶兽，是他以吞噬神体燃烧修为，将凶兽镇压在自己体内。沈苍明，趁你还能压制他，速速撕开时空裂缝，遁入长河。只要你死在时空乱流中，至少能困住那凶兽千年。一声护道，最终却连尸骨都不得安宁。素儿、玄通，或许为师很快就能来见你们了。眨眼间，3年已至，岳扶摇被逼嫁入张家，发生在沈苍明身上的悲剧将再度重现。张家，我要你们陪葬。曾经意气风发，岳扶摇走后，陆玄通打破棺材板坐起来。这就是重生的感觉。破而后立，陆玄通的修为竟直接突破到了神尊境，地级血脉彻底被激发，不死不灭。这个傻女人，张逍遥抢婚，必须抢。成竹再凶的重生女帝，只因遇见了陆玄通，人生轨迹彻底偏离。陆玄通，此生无缘同白首，来世必携君骨走。黄泉若见君回首，莫问红妆为谁受。既然敢逼我，那就别怪我玉石俱焚。大婚之日，我要刺杀新郎，然后自尽。恭喜宿主刷新新的签到地点，神族张家。本次签到获得奖励，地级血脉重瞳眼。尸阴宗那群该死的盗尸贼，幸亏我布置了追踪阵法。沈苍明掐诀，金色阵纹游动，最后全部指向空荡荡的棺材。这里根本没有第二人的气息，自始至终只有陆玄通一人的能量波动。难道那小子复活了？好一个双地血脉，老夫早该想到。笑着笑着，沈苍明表情突然凝固。陆玄通刚复活就匆忙离开，必定有10万火急之事。不好，糊涂，那可是有虚神老祖坐镇的顶级神族。徒儿莫慌，为师来也。陆云亭一家3口手持香烛走向墓地。这谁干的？是那些人，一定是那些暗中算计玄通的人，连他的尸身都不放过。我要变强，我要亲手夺回兄长。神城之内，张灯结彩，强者如云，大能遍地。诸位道友远道而来，张某有失远迎。张家主风采更胜往昔啊！凌霄兄，多年不见，修为愈发深不可测了。哪里，还差得远呢。呵呵，逍遥贤侄不仅天赋绝伦，更是重情重义，为了那位岳家姑娘，可是费了不少心思。逍遥兄确实不凡，据说在域外以神尊境斩杀6阶太古凶手，这份战力，我不如他。听说他对那位岳家圣女一往情深，甚至不惜动用家族力量，强行促成这门婚事。呵，深情。我怎么听说那位岳扶摇心里装着别人？这世道本就是弱肉强食，要怪就怪他实力不够，背景不够。陆承前随手给自己倒了一杯灵酒，一饮而尽。一个年过半百，仅有天火境修为的废物，竟敢与他们同席而坐。抱歉，诸位道友，是在下唐突了，这就离开。哪来的野修，也配与我们称兄道弟？滚远点，别脏了我们的眼。打扰了，想走。今日你若想离开，只有一个选择，跪下道歉。吉时已到，请新娘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天际，翘首以盼那位传说中的第一美人岳扶摇。天上，婚车踏空而来，岳扶摇戴着面纱。好美，不愧是紫霞仙子座下第一美人。和张少主当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没想到竟捡了个大便宜，如此绝色，岂不美哉？杀了张逍遥，然后自尽，这样就能去陪他了。岳扶摇袖中紧握着一柄淬了剧毒的匕首，这既是他的底牌，
我不同意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面容沧桑的中年男子从角落站起。又是他，这不是刚才被江无尘羞辱的那个废物吗？区区天火境也敢搅闹张家婚礼，找死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看来刚才的教训还不够。姬明月眸光微动，若有所思地看向陆承前。哪来的蝼蚁也敢在此放肆？强买强卖，以势压人，这就是张家的作风。哈哈哈，我没听错吧？这老废物在说什么？他是不是修炼走火入魔，把脑子烧坏了？无知蝼蚁，连自己的斤两都掂不清，可悲！这种蠢货，活着都是浪费灵气。只见一个面容沧桑的男子从角落站起，直视高台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看来刚才的教训还不够。岳扶摇收回匕首，看向陆承前。哪来的蝼蚁也敢在此放肆？哈哈哈，就这，我还以为他多硬气呢。连张少主一脚都接不住，也敢跳出来装英雄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是哪个家族的废物？今天你若是能碰到我一下，我张逍遥给你磕头道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天天是我？若我有陆玄通一半的天赋，何至于此？不甘、愤怒、绝望，种种情绪如火山般爆发。这一刻，他体内沉寂多年的神魔圣体骤然苏醒，他的修为开始疯狂攀升，气势已暴涨至到恭敬。神魔圣体，他怎么会？陆承前抬头，死死盯着张逍遥。天道，若你尚有一丝怜悯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陆承前宁可辉煌一瞬，站着死，也绝不跪着苟活。神魔圣拳。那一拳耗尽了他全部的气血，燃尽了他最后的生命。他终究没能碰到张逍遥。呵，废物终究是废物，既然敢挑衅本少主，那就连尸骨都别想留下。岳扶摇匕首刺向张逍遥，却被他身上突然出现的金色龟甲挡下。什么护体圣器，还是顶级的玄龟金甲？我靠，这什么情况？新娘刺杀新郎，岳扶摇疯了吗？竟敢当众刺杀张少主！贱人，敢伤我族少主！拿下他！岳扶摇半跪在地，张逍遥转身盯着岳扶摇：“你竟敢刺杀我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”呸！嫁给你，你也配？我岳扶摇此生早已心有所属，若非为了杀你，我岂会踏入你张家半步？好得很。既然你心有所属，那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他找出来，让他生不如死，看你到时候还如何嘴硬。高台之上，张凌霄把玄玉扶手捏成粉末；高台之下，张逍遥胸口插着一柄匕首。贵宾席上议论纷纷，传闻当年昆仑山秘境，两人共处1年，朝夕相对，说不定岳扶摇早就已经是陆玄通的形状了。江无尘等人嗤笑。张逍遥猛地拔出胸口的匕首，伤口瞬间愈合，绽放神光。好恐怖的气息，不愧是张家最强血脉。太上道体，这下岳扶摇死定了。来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找死！太上神诀天诛！我来了。他是谁？他竟敢插手张家的事？你终于来了。你面具人一震，张逍遥整个人倒飞而出，砸在石柱上。他已经死了，埋葬在棺材里。你究竟是谁？藏头露尾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看来你也知道自己今日之举见不得光。此子不简单，逍遥未必能完胜。此言一出，满座皆惊。张家千年奇才，家主竟亲口承认他未必能胜。拿下他！完了，这年轻人再强，今日也必死无疑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来张家撒野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夏灵儿，现在只有你能带我离开。陆玄通孤身闯张家，所依仗的正是与夏灵儿的天道共生契约。
可此刻，当他心神沉入契约，试图呼唤那道身影时，回应他的却只有一片死寂。怎么回事？灵儿，灵儿！远处，张逍遥擦去血迹，冷笑：“怎么，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？现在知道怕了？原来你也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废物，没有后手也敢来我张家放肆，怪不得戴着面具，原来是怕事后被清算，连累身后之人。退下！”少主亲自出手，此子必死无疑。逍遥，不必留手，今日便让世人见识我张家为何能屹立天界之巅。小子，今日你若能胜过我，我放你安然离开；若败，你们二人便一起葬身于此吧。此话当真？陆玄通早已签到成功，身负3地血脉，血脉之力足以弥补境界差距，自然当真。我张逍遥一言九鼎，今日有这么多道友见证，我若食言，岂不贻笑大方？好，我答应。有意思，这可比看人成亲刺激多了。天骄之战，生死对决，这才是我辈修士该看的场面。你们说谁会赢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张逍遥。太上道体，双地血脉，铜镜无敌，可不是吹的。这戴面具的小子有些本事，但和张逍遥比差远了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能死在我的手中，也算你的荣幸。记住，杀你的人叫张逍遥。张少主无敌，我赌他撑不过3招。道友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不该牵连你的性命，你快走吧。来吧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出现第3道。举世难寻的3地血脉现世，在场所有人一惊。惊觉天下即将大变。三道，这怎么可能？天界何时出了这样的人物？他到底是谁？若我有此天赋，原来如此，这就是我心生忌惮的原因。3道地级血脉，3道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某种秘法。现在该我了。3道地级血脉，这还怎么打？逍遥少主虽强，可对方太逆天了。若今日败了，我张家颜面何存？逍遥乃我张家未来，岂能败于无名之辈之手？请太虚神剑。大圣级兵器太虚神剑。3道地级血脉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天赋不过是笑话。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无敌。有了太虚神剑的帮助，张逍遥气势攀升到了极致，竟隐隐与面具少年的3地血脉分庭抗礼。赢了，张少主赢了！什么3地血脉，在大圣兵器面前都是虚的。高台之上，张凌霄露出欣慰的笑容。现在你可服气？陆玄通站起，身上伤痕快速愈合。大圣级兵器确实不坏，不过陆玄通本想以3地血脉镇压张逍遥，可对方竟祭出大圣级兵器，这样也好。大圣级兵器吗？谁还没有几个了？废物就是废物，这就承受不住了，死吧！什么？这是太极图，阴阳演化，混沌初开。这是传说中的大圣级兵器太极图。那巨爪、灭世、莫麒麟。此刻，张凌霄脸色巨变，再也坐不住了。张逍遥脸色惨白，陆玄通冷笑：“
莫麒麟猛地扑出，逍遥小心！太虚神剑脱手。张逍遥死了。张逍遥，张家的天骄，竟然在张家被一个外人杀死了。下一秒，死亡的恐惧瞬间笼罩陆玄通周身。兔崽子，你竟敢杀他！你可知他是谁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这图怎么和4年前东域那场大战里出现的一模一样？传闻，当年有位天骄，就是用太极图斩了太虚圣地亲传弟子。那人好像叫陆玄通。陆玄通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可这太极图，这气息，这他娘的怎么解释？可他明明已经死了，我亲眼看着他的粉肿立起。玄通，真的是你吗？陆玄通，今日来讨债。真的是他，那个3年前就该死的人。他没死，还觉醒了3道地级血脉。3道地血加大圣兵器，若能夺之。小畜生，你个低贱的蝼蚁，也配杀我儿？张家主，你莫非忘了，胜者为王，可安然离去？这可是你亲口定下的规矩。怎么，堂堂神族之主，要当众食言？是啊，张家难道要反悔？陆玄通赢了，就该放他走。堂堂神族，连这点气量都没有。张兄，愿赌服输啊！呵，死了个儿子就翻脸，神族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本尊说放你离开，可没说放他离开。你敢！太极图旋转，挡下这一击。陆玄通喷血。玄通，傻女人，我陆玄通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既然你跟了我就绝不会让你死在我面前。不行！扶摇。陆玄通重伤之躯，竟一时追之不及。围观修士无不为之动容，甚至有人忍不住红了眼眶。这女子竟愿以死换他生，真是可悲。可叹啊，张家太狠毒了。想死，在陆玄通死之前，你的命还有用。老东西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本尊说了，你可以走，但若想带他一起离开，只有一个选择，答应我。疯了，张家这是彻底不要脸了，这和直接杀人有什么区别？无耻至极！张凌霄，你这般行事未免太过下作。堂堂虚神境欺负一个小辈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。诸位此言差矣，本尊可没逼他，选择权在他手中。我答应你。陆玄通，你疯了！别冲动，那可是虚神境，你根本没有胜算。只要能带他走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我也要试一试。这个傻子，这个彻头彻尾的傻子。好，有胆魄。陆玄通，本尊倒要看看你这3道地血能否逆天改命。天不生我陆玄通，大道万古震乾坤。来战吧！他真的不怕死吗？第5境对第9境，这是蝼蚁撼天。 3道地穴，再加上那太极图，若给他100年时间，未必不能与虚神境一战。可惜没有如果了。张灵通缓缓抬起右手，向下一按，当光芒散去，陆玄通浑身是血站着。他竟然还没倒下，那可是虚神境强者的一击啊！玄通，不要过来！陆玄通到现在还逞强，你以为我是贪生怕死之徒吗？不就是死吗？只要能跟着你，我无怨无悔。好，如果我们这次活下去，一起去看千山万水，如何？求之不得，到时候我要天天缠着你给我。愚蠢的痴情，你们在我面前炫你妈呢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你们这对苦命鸳鸯，一起上路吧。张凌霄掌心猛然下压，结束了，才死2只蝼蚁而已。战场被砸出一个100丈深坑，烟尘冲天。什么？一道无形屏障凭空浮现，硬生生堵住了那足以粉碎山河的巨石。陆玄通浑身浴血，意识模糊，只觉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他包裹。这是师傅。傻小子，为师若不来，你今日岂不是要死在这老狗手里？您早就来了。从你破土而出的那一刻起，
为师就一直在看着你。玄通，不错，你干得很好，不愧是老子的徒弟，没给老子丢脸。好啊，老夫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陆玄通，你真的做到了。沈苍明，竟然是你，怎么躲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敢露面了？张凌霄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聒噪。老夫今日来可不是为了叙旧，而是来告诉你，当年的赌约你输了。陆玄通回忆起拜师时的场景。我收你为徒，只有一个要求，3年之约一定要赢。直到此刻，陆玄通才终于明白，师傅要的从来不只是张逍遥的命。1000年前，你夺我道侣，毁我道心。今日我屠斩你亲子，这场赌约是你输了。按照约定，把素儿的尸身还给我。还给你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徒弟和素儿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师父，去完成您千年未了的心愿吧。徒儿，死亦无悔。陆玄通眼中没有怨恨，只有释然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深爱之人被夺走是怎样的痛，痛简直太痛了。我陪你。够本了，杀过该杀的人，爱过想爱的人，值了。张凌霄，我选素儿。就在陆玄通笑了，准备赴死时，沈苍明忽然抬手，剑光冲天。但我的徒弟谁也别想动。你疯了！一个跌落第7境的废物，也敢跟张家叫板？看来你们师徒俩都想留下。既如此，那便死吧。沈苍明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现在是什么东西五味运捷径，这还怎么打？完了，沈苍明再强，也不可能以1敌5。2位圣人，加上张凌霄这个虚神境，这阵容足以横扫一方界域了。几百年前，你道基崩碎，修为跌落，现在的你，不过是我张家的一条看门狗都能踩死的蝼蚁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师父，您走吧，徒弟不值得您评论。傻小子，为师这一生输过太多次，但这一次，老子就是要2个都要。师父，您没事吧？无碍，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中用，让徒儿见笑了。玄通，你相信为师吗？难不成师父还有提升境界的手段？没有。那我们还是找块风水好点的地方，准备埋了吧。为师说今天能保你安然无恙的离开，信吗？我信。哈哈哈，这老东西是不是疯了？就他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还想带人离开？这么些年，你爱装逼的性格还是一样。你们这群土鳖，笑什么笑？既然你们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为何老子有离开张家的底气。这几百年的苦，老子可不是白受的。来吧，我的大宝贝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洪荒级凶手。张凌霄终于明白，沈苍明竟以自身为囚笼，封印了一头足以匹敌半步大地的洪荒凶兽。疯子，你他娘真是个疯子！住手！沈苍明，你给本座住手！杀了我？那你猜猜，没了封印约束，他会先吞了谁？我的个亲娘！师父您老人家玩的也忒大了。太虚圣地的封主们都给老子滚出来！等他出来，第一个灭的就是你们太虚圣地。快将他重新封印！你想要什么，我等皆可应允。可以，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便继续镇压他。什么条件？快说！我要张家灭族。沈苍明，你敢？你们再不回答，他就出来了。好，张道友，你可听见了？本座也是被逼无奈，实在与你们张家无仇无怨，要怪就怪沈苍明吧。堂堂太虚圣地大长老，给一个第7境的废物当狗，你真以为灭我张家是那么容易的事？这里可是星神界域，是我张家的地盘。张家数千年底蕴，更有早已隐世不出的太上老祖坐镇，若真血拼，太虚圣地也必将元气大伤。所以本座给你一个选择，冰解。张凌霄，本座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你张家再强，
能挡得住准地级的洪荒凶兽？冰解吧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若你执意反抗，今日便是张家的灭族之日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必须让沈苍明冷静下来。太虚圣地也不能赶尽杀绝。好，但我还有一个条件，让他把素儿的尸体还给我。沈苍明，你这废物，败类，你他妈就是窝囊废，自己抢不来，就靠这种手段。素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沈苍明，别以为你赢了，你活不了多久了。帝训反噬会要了你的命，到时候谁来护你这徒弟？张家必会下达天级通缉令，3域诛杀，万族围剿。你觉得他能活多久？无碍，师父灭不了的张家，我来灭。好，那便看看，是你活得更久，还是死得更快。恭送家主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这个傻子，竟敢孤身一人杀上张家，为我讨公道。他体内经脉尽断，灵根枯萎，丹药只能续命，却无法修复他的根基，只有嫁接。好，让他去，除非你们想再看一次洪荒凶兽。且破妄神童觉醒了。玄通哥，我这是幻觉吗？还是说我已经死了？玄通哥，我好没用啊，我对不起你。没事了。话音刚落，一股难以形容的力量突然从他体内爆发。玄通哥，我这是……我把那张逍遥杀了他的2个地级天书，现在是你的。我或许见过老天爷，但他不如我兄弟。陆玄通笑，但随即他和陆承前看向了2个天骄江无尘和萧天策。陆承前，够了，我们认栽。今日之事，我们认了。你住手！承前，够了，再打下去，他们真要废了。上来，该走了。我们已经不能再等了。沈苍明最多只剩3个月寿命，看他如今这般疯狂，绝不会甘心悄无声息的湮灭。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。确实如此。沈苍明如今是蹬鼻子上脸，真以为我们不敢动他？既然如此，那便提前送他上路。纵是卸磨杀驴，也是他自找的。如今能牵动沈苍明心神的，唯有他那宝贝无比的关门弟子陆玄通。此子仍是我圣地弟子，吾等可召其来祖地接受传承，稍作手脚将其困住。沈苍明就图心切，必会亲身赶来。只要他踏入祖地范围，便是自投罗网。前日太虚圣地传来消息，称2年前已下葬的陆玄通竟在星神界域大杀4方，他还被擢升为第1代弟子。圣子不是已经……莫非是世阴宗盗走了圣子尸身？不对，太虚圣地明确说了，是活着的陆玄通。活着的这3个字如惊雷炸响，震得所有人头皮发麻。父亲的意思是，玄通他还活着？如果真的活着，为何不回家族？哪怕传个消息也好。禀家主，山门外有来历不明的非洲，正高速逼近我族核心，气势汹汹，来意不明，请家族示下，是否启动防御大阵？兵来将挡，水排土掩，先探明对方意图，不可自乱阵脚。陆震天率领一众核心人物飞至主峰广场，很快一艘飞舟悬停在陆家核心山脉正上方。承前，真的是承前哥，可这气息好强。那是玄通少爷，圣子是圣子大人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哥哥，爹，娘，玄音，我回来了。圣子威武，恭迎圣子归来。陆玄通，玄通，我的好孙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当初明明我们都，你怎么活过来的？爷爷、父亲、母亲，诸位长老族人让大家担忧了。我能涅槃重生，皆因我体内觉醒了第2道地级血脉，不死不灭血脉之力。今日所见所闻，尤其是关于玄通血脉之事，乃我陆家最高机密，
所有人立刻以血脉起誓，若有半分泄露，必遭血脉反噬，神魂俱灭。吾等以血脉起誓，今日之事，若泄半分，血脉枯竭，神魂永堕无间，不得超生。陆玄通，8大封主召你入祖地接受传承，速速随吾同去，切勿耽搁。陆玄通，圣主有令，命你即刻随我返回太虚圣地，进入祖地，接受传承，不得有误。这股阴晦的气息，你是暗影堂的人，而且还是堂主亲自驾临。暗影堂，圣地最神秘血腥的组织，其堂主亲临，让沈苍明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。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沈老就当明白我此行的分量，不要阻拦，免得待在面子上都不好看。进入祖地是好事，但何必如此急迫？不容片刻喘息。除了传承，圣主究竟还有何指示？不知，本座只负责传令和执行，圣主之令便是最高之意。此话一出，沈苍明心头一沉，能让暗影堂主如此行事的，只有圣主本人，这背后必有天大的隐情。若是我们想推迟几日呢？传承之事，想必也不差这3、5天。不能，进入祖地接受至尊传承，是多少天教梦寐以求的机缘，如今竟要推迟，何等愚蠢！堂主，圣主隆恩，玄通感激不尽。祖地传承，我愿前往，但我刚与家人团聚，不足一炷香，骨肉至情难以割舍，恳请堂主宽限1、2天，容我交代些琐事。想必堂主亦非铁石心肠，亦能体谅这人伦常情。不行，圣命是即刻，我的任务就是现在将你带回。人情伦常，与圣命相比，微不足道。你敢？师尊，我去。师尊放心。3天后，陆玄通站在太虚圣地祖地，面前屹立着8大金身法像。弟子陆玄通，见过诸位封主。陆玄通既见封主，为何不跪？混元封主此话不错，见到我等竟敢不跪，你眼中可还有尊卑上下？莫非是心生反叛之意？乖乖跪下，感恩戴德的接受赏赐，这才是你该有的本分。陆玄通瞬间明悟，这2人正是他手下败将张逍遥和崔浩天的师尊，这是来替弟子报仇了。立苍天，浑天元，够了！陆玄通，召你前来，目的有3：其一，正式受封为太虚圣地1代亲传弟子；其2，允你进入祖地悟道崖，接受先贤感悟传承；这其3，便是赐予你这些赏赐。储物袋中有海量资源，足以支撑你修炼至第7境。弟子谢圣地厚赐。话音未落，陆玄通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御神环和储物袋瞬间收入囊中。既然奖励已收，便即刻入悟，道崖接受传承，速速进去，莫要耽搁时辰。多谢诸位封主厚爱，只是弟子方才经历大战，心神损耗颇巨，此刻贸然进入，只怕会玷污先贤遗子。不若容弟子稍作准备，则即日再入祖地，必不负期望。诸位封主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强行禁锢圣地亲传弟子，这就是太虚圣地的作风吗？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小畜生，本想给你个痛快，你偏要自作聪明，自讨苦吃。给了你路，你不走，那就别怪我们换种方式请你了。脸面，今日此地发生的一切，谁又会知道？对外，我们只需宣称你急于求成，不幸迷失于空间乱流即可。小子，放宽心，我等目标并非是你，只需你在此地安心待一炷香。若你师尊沈苍明能出现，我等自然放你离去。至于你脚下的阵法，你便慢慢体会吧，也好让你师尊知道，他的弟子正在替他受罪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既然想死，大家就一起死。来吧，放开老子的徒弟，善待他。只要你们承诺护他周全，
保陆家无恙，老子现在就自行离开荒州，主动踏入虚空裂缝。我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办法，根本不需要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今日就算你跪下来磕头求我们，我们也必须启动万劫封魔阵。哈哈，好一个太虚圣地，好一个道貌岸然的封主。既然都想死，那就一起死吧，死吧，都死吧！哈哈哈哈！这些锁链并非为了杀伤，而是为了禁锢与汲取，以它为媒介，强行抽取那即将破封而出的洪荒凶兽的本源之力。万劫封魔阵起，以汝之躯为阵之眼，以汝之魂锁万古凶。太虚圣地，好一个太虚圣地！畜生，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畜生。师尊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此阵乃上古奇阵，岂是你区神尊境能够撼动？乖乖等你师父化为阵灵后，吾等再来好好讨论你的生死。给我开！浩瀚磅礴的地级血脉威压席卷开来，至尊骨全力复苏，陆玄通散发出镇压诸天的无上气息。至尊三道地脉光环，至尊骨众同之力在这一刻完美交融。大荒求天，水者禁锢阵法布满裂痕，随即炸裂。三地血脉果然不凡，可惜你以为破了外围的禁锢阵就结束了吗？想得倒挺美。阵法核心处，沈苍明已是油尽灯枯，形如骷髅。他看着徒儿为自己拼命，脸上挤出一丝凄楚的笑。走，玄通，快走，别管我了，师尊已经不行了，别白白送死。不，我不走，我绝不会丢下你，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。是你们在维持着该死的阵法，既然阵法破不了，那就毁了你们，毁了你们的法相。大荒求天只给我破。此子天赋妖孽，心性狠戾，今日已结死仇，绝不能留，否则日后必成我心腹大患，反噬我等。可惜了这万古难遇的苗子，但只能怪你命不好。话音落下，八大化身同时出手，一上来便是雷霆万钧的绝杀。你那算什么指法？软弱无力，尝尝这个，让你死而无憾。难道就要这样结束？师尊救不了，连仇都无法报。乖徒儿，为师先走一步，以后的路靠你自己走，别回头，别害怕，有师尊一直陪着你呢。沈苍明气息飞速降低，身躯愈发苍老，陆玄通气息却逐渐高涨。沈苍明，你居然强行给陆玄通传功，那是比形神俱灭更彻底的终结。永世沉沦，真灵印记不复存在。呵呵，不就是魂飞魄散，永不入轮回吗？我在乎吗？在你们这群虚伪之徒面前，我还能有什么选择？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垂死挣扎，徒劳无功，你连自身都难保，还想护住他？就算你把毕生功力都传给他，他也才第7境，今日必死无疑，谁也救不了。就你们有后手，就你们会算计，真当我这几百年是白活的吗？你们这群卑鄙小人，休想得逞！刹那间，恐怖能量爆发，身外化身凭空出现，与残魂疯狂融合。不好，哪里来的另一份本源？玄冥子终于明白，沈苍明是要引爆本源，给陆玄通制造团灭他们的机会。这该死的沈苍明，哈哈哈！终于我也赢了你们一次，徒弟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第7境就想与我们为敌，做梦！八大封主接连出击，祭出最强杀招，希望把陆玄通斩杀，以绝后患。你们要付出代价。话音刚落，陆玄通爆发一股强大气息，一路上涨，还在不断强大。不好，他进入了顿悟状态，快打断！再不打断，我等就要危险了。什么狗屎运！死了个师傅就能进顿悟状态？我师傅死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进呢？顿悟状态万世难寻，只因他还有另一个名字——天道传功。几千年前横空出世的荒天帝，就是受天传功，一夜成就大帝。如今，陆玄通竟然成了第2个。不好，必须打断他！
陆玄通现在受天道保护，打不破。接着打，你愣着干什么？都说了打不破，你耳朵聋吗？天道保护岂是我等第8境能触碰的？变故打乱了所有人的阵脚，慌乱之下，内讧四起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沉稳的声音打断了争吵：“别吵了，既然我们打不破，那就请准帝兵。”玄冥子抬手虚空一抓，祖地深处一把古朴长弓出现，这便是准帝兵九霄破天弓。这一剑蕴含一丝地道法则，专灭真灵，绝其本源。就算他有10道地级血脉，也绝无存活之力。今日再没有人能救得了他，死吧！不好，不甘心，我好不甘心啊！陆玄通恨太虚圣地的虚伪，恨8大封主的忘恩负义，更恨自己不够强大。如果这破天剑打断顿悟，即使他如今是第8境强者，也无法抗衡准帝。我不甘心。丁，恭喜宿主触发签到地点太虚祖地，签到奖励大地境修为。太虚祖地寒风吹，签到成功少年归。昆仑山处苍冥泪，玄通游走魔像北。逆流河上8境退起，念不敌初心锐。宿命天成非我愿，仙尊悔出我无悔。天地瞬间死寂。陆玄通是疯了吗？装神弄鬼，我去探探他的虚实。蠢货，你糊涂吗？我们的身外身只是第7境，你去送死干什么？陆玄通，投降吧！念你修行不易，若你负荆请罪，我等也不是不可能留你一条性命。聒噪！你别不知好歹！我等主身出来，就算你登临第8境，难道还能以1敌8？大荒求天之人。陆玄通，你别不知好歹！我等主身便要从祖地出山了。不用你们来，我自会登门拜访。你就一定要鱼死网破吗？果然是卑劣无耻之辈，受死吧！大荒求天指把8个封主压死了。陆玄通飞向太虚祖地，太祖祖地群山缭绕，突然山风震动，8封主同时飞到天上。太虚圣主在最中央。确实可惜，此子天赋之恐怖，亘古罕见。今日结下此仇，若让他逃出升天，密地潜修，他不是主动来寻我，等狂妄自大。我等那一个不比他强，杀了几个身外化身，就开始狂妄了。今日必定要坑杀他在此，那是当然。至少现在在我们面前，他依旧是废物，随便一位第8境大圆满，都足以将其轻易抹杀。我们还有机会。都闭嘴！现在立刻运气调整最佳状态。为什么面对一个初入第8境的毛头小子，我会感到恐惧呢？此战我们要昭告天下，太虚圣地威严，不可违背。还要把陆玄通的地级天赋全部剥夺，把他尸身阴干，就挂在高台上，警示世人。此举甚好。师兄所言极是，此子不除，我等寝食难安，就必须以重罚警示天下宵小。突然，浑身冒着金光的陆玄通飞了过来。小子，或许你确实是天赋异禀，但这里每个人都不差于你，你应该多一点对于前辈的尊重。呵，小子，你不是很狂妄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检测到宿主已抵达太虚祖地，30秒之后，宿主修为晋升至地境，系统使命已经完成，即将脱落，倒计时30秒，祝宿主好运，五运昌隆。兄弟，一路走好。好一个狗东西，死到临头了还敢装，看我不把你挫骨扬灰！师兄，他一个混不吝的，怎么会在乎自己的性命？陆玄通，放心吧，等你死后，嫁接天赋，扒皮抽骨一个都少不了。还有你那家族。老狗，你再说一遍。倒计时10、9、8。说了又如何？一个小小的造化家族，男丁斩尽杀绝，女眷卖于蛮荒野族，你又能如何？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奖励大地修为。几个封主脸色突变，陆玄通猛地抬头，双目赤红。你说什么？敢不敢再说一遍？为什么？这小子居然能吓到我！
我说你那个狗屁陆家，男丁斩尽杀绝，女眷卖于蛮荒野族。别说了，师兄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沈苍明已经死了，陆玄通一个第8境的废物。我让你别说了，情况不对。一股浩荡的气息垂落太虚祖地，龙凤齐鸣，天道拜服。今日，一位真正的大帝自太虚祖地诞生。可惜，这位新生的陆大帝不仅不会给太虚圣地带来半点昌盛，反而会给其带来彻底的毁灭。继续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龙凤齐鸣，这是帝境陆玄通，他成帝了。怎么可能？幻术，一定是幻术。现在还是幻术吗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成帝？现在可能哭也是要算时间的。还有，你哭早了，应该等我把你族男丁斩尽杀绝，女眷卖于蛮荒野族的时候再哭。我错了，放过我吧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你要死了。各位，快跑！到。手，天空凝聚5个金色巨指，除了厉苍天和太虚神，剩下的几个都被压死了。杀崔浩天的时候，我就惦记上你了，没想到几日不过就完成了心愿。陆玄通，有本事你就……我错了，陆玄通，陆大爷，我给你赔罪，我给沈苍明赔罪，饶我一命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只是知道你要死了。我为大帝不服死，可上来寻死。没一个心诚的，看来还是要加人的。他们受苦了，以后这太虚圣地就让他们来享福吧。陆家大堂里，所有陆家人都在这。通通儿，你说什么？太虚圣地是咱们家的了，你还成就地位了，这可不能乱说啊，会招致祸患。这是太虚圣地宗主令牌。童儿，你难道……这巨大的地环就是最显著的证明。陆玄通他真的成帝了，不到100年的无上帝威，堪称全界第一。拜见大帝。爷爷，就算成就了地位，我依旧是您的孙子，我依旧是陆家人。好，我的好大孙。哥哥，我还是你最好的妹妹吗？当然是，玄一，你永远都是哥哥的好妹妹。好小子，你永远是爹的骄傲。玄通，你也是娘的骄傲。玄通，我的大地丈夫。扶摇，我让你办的事的。当然了去，不过他们说只认你，不肯跟我上来。那我就去一趟吧。通儿，是通儿。哥哥，你终于来接我们了。陆瑶在下界等的心急如焚，幸好他的好哥哥现在来接他了。一些事耽搁了，高了，壮了，也帅气了。通儿在上界可有婚配啊？瑶儿可天天念叨着他的亲哥哥呢。妈没事，哥哥，只要你来了就好了。我也等着瑶瑶呢。主人，灵儿也要亲。灵儿，你活过来了。那当然了，我和主人同生共死。好，走，跟我去仙界享福去。通儿，你是说我们也能去上界？当然，儿子可是在上界打下了好大一片基业。好，咱们走。好了，等咱们去到新家太虚圣地，再续前缘也不迟。太虚圣地啊，以后咱们可就是圣地的人了。对啊，圣子还成为大帝了，脸上真有光啊！我等也要努力修炼，不能给大帝丢面子。陆玄通万岁，大帝万岁！陆玄通万岁，大帝万岁！